同学们大家好，大家能看到老师直播这个画面以及老师的这个手吗？能看到的话呢，我们就开始上课啦。看到同学可以在当前屏幕扣个1啊。好了老师看到了啊，有同学说非常的漂亮啊。如果同学喜欢的话呢，当然你就学习起来更有兴趣，但学习起来也就更快了。好了，同学们都没有问题啊。首先呢，我们还是分析一下咱今天这个案例啊。其实咱今天这个案例的话，它运用起来是非常广泛的。它不仅运用说这种装饰画，因为我之前带的一期学生的话，他就把这个画呢做成个手机壳可以看到这个，它如果变成一个长条形的这种手机壳的话呢，也是非常漂亮的，或者是呢变成一个冰箱贴。所以同学们学习好这节课呢，生活中就比较实用啊。包括它这个颜色的话也非常丰富的。那么制作顺序的话呢，老师已经在屏幕的左边这个细长条这个步骤图，同学们看到了吗？这是我们的一个制作步骤啊，先制作我们的这个背景再制作我们的主体物，然后呢再从左到右搭配我们两边这个景物，根据我们主体物给它配景配这个景物呢不是说随便乱配的它是要根据我们主体物这个颜色看怎么样给它冷暖对比更加强烈，我们怎么样给它搭配好。然后呢，首先呢第一步呢，同学们需要准备一个这样的底板。这个底板的话呢是老师就是说买画框的时候它自带的同学们买这种6寸相框，它都是会带有这样的一个板子的不过老师这个是带钉子的，最好同学们买这种不带钉子的，它表面会平滑一些如果同学们这节课这个相框没有其实也不用担心，这个相框呢它并不是说非常的重要，我们主要是学习这个景物怎么样制作，这个颜色怎么样搭配。没有这个框的话也没有关系生活中肯定会有这种硬纸板呀、塑料壳呀，或者我们平常记笔记用的本子，它那个壳都可以快递箱子那个壳都可以，同学们就裁一块过来，裁成10×15厘米左右的这个大小，然后呢我们把它就是说当我们这个装饰画底板就可以了好，同学们拿出这个底板之后呢，再来拿出3种颜色。哪3种颜色呢？首先拿出这个黄色粘土绿色粘土还有白色粘土，给同学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背景。背景的话呢，它是有好几种颜色这种渐变。首先上面这种呢，它是这种黄绿色，然后呢，第二种颜色呢，它也是绿色。它这两种绿色看起来其实是一样的深浅都是那种浅那种绿，非常清新。但是它会有明显区别，区别在哪呢？是第一种绿色，它颜色呢有点像那种春天小草刚长出来那种颜色，这种颜色呢就像是那种就是比较清新一点的那种植物，就是已经成长到一定周期的这种植物的这个颜色，对不对？都非常浅，那是因为就是说两种不同深浅这个绿色搭配在一起的话呢，最上面这一层稍微暖一点的话，它给人的视觉感觉是往上跑的。就是我们在搭配颜色注意一下，暖色的东西它是往上走往前走的冷色的东西它往下降的，所以我们再往下看中间这个颜色就中规中矩了就是很普通这种绿色。往下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色里面加了蓝，对不对就符合刚才老师说这个规律。我们一般在搭配背景的话呢，暖色给它往上放冷色给它往下走。好，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调一下它的第一层这个颜色第一层颜色的话呢，需要同学们取出这个黄色的这个粘土，大概取出1厘米左右的大小大概这么大取出1厘米的这个黄色粘土，然后呢再取出1厘米左右的绿色粘土，我们给它调和到一起。当然不仅仅只要绿色和黄色，这两个颜色搭配到一起的时候呢，它颜色还是比较深的我们先给它调到一起调成这种比较暖一点这种黄绿色，然后再给它加适量的白就可以了两个颜色各取1厘米左右。这个板子的话呢，暂时先用不到等我们调好颜色再用，所以老师呢先给它放到一边看这个颜色是不是非常的嫩绿，非常的清新呢？好，然后呢我们给它调好了这个颜色里面加大量的白再给它调一下。白色的话呢，同学们大概拿出2.5厘米这个白给同学们看一下2.5厘米是有多大老师稍微把这个屏幕给调近一点我们现在这个屏幕呢，它是比较远的，让同学们以后刚才欣赏案例的时候才调这么大现在我们来制作它单个部位的话呢，可以稍微调近一些。2.5厘米的话呢，大概占2个格子多一点这个大小我们给这个绿色粘土把它们调和到一起。
这一步的话呢，就是调色。调色的时候注意，粘土你在拉伸的时候千万不要给它拉断啊，这样就是错误的啊。比如拉断的话呢，你再好的粘土它都会容易开花。就是你稍微拉伸个2-3厘米那么长就可以了。啊，给同学看一下老师啊调这个颜色啊，是非常浅的这种偏黄的这种嫩绿色啊，它当我们的第一层颜色。好，老师已经调好了啊。调好之后呢，我们给它怎么样变成这种波浪状或者扁平这个形状呢？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工具啊，同学们可以拿出来啊。这个工具的话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压泥板了啊，亚克力板。把我们调好这一团土呢，它现在是没有任何形状，对不对？我们给它变一下形状啊。欢迎新进来的这个同学啊。首先呢，先给大家这样搓，左右两边搓成一个就是长条。这个长条的宽度和长度呢，它是有一个尺寸的啊。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这个相框，老师告诉你们为什么要这个尺寸，因为我们这个粘土一会儿的话呢是要贴到我们这个底板上，这个底板的长度的话呢宽度是在10厘米，说我们这个长条要达到10厘米这个长度啊。好，老师继续搓啊。同学们一边搓一边可以跟我们这个刻度对比也可以，或直接跟我们这个底板对比也可以啊。你可以比着它长，最好要比它长个1厘米左右，因为呢会涉及到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就是我们粘土在做完之后呢，它会收缩就是说它缩小了，对不对？很多同学会有这种情况，我本来做那么大，它缩小了一点点啊。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说不是很好避免啊，因为粘土的话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收缩，所以呢我们要提前预判稍微做长一点大一点，所以左右两边呢大概可以稍微长个1厘米左右啊，但是千万不能跟它一样长或者是比它短，那么你收缩完之后它不就有缝隙了吗？好，老师现在这个长度的这个长条已经搓好了啊，长度的话呢大概是11到12厘米左右，然后的话呢我们宽度的话大概也是1厘米左右啊，1厘米或1厘米内，这个宽度的话呢就是差不多这个宽度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现在拿板子板子轻轻从上往下给它压多厚呢？压到它厚度是在1毫米左右这个厚度啊。其实板子的话呢不是很好压出这个厚度来，我们还需要一个辅助工具啊。同学们可以拿出这个擀面杖稍等一下啊，老师拿一下这个擀面杖。擀面杖呢就是把它稍微变得薄一点点，我们可以上下的轻轻的滚2下，让它变成1毫米左右这个厚度啊。形状的话呢不要太规则，你想如果它边缘特别的整齐，然后一条一条拼到这里，就会显得整个画就没有什么灵动性，对不对？它背景呢就要用这种弧线不是很规则这种弧线给它们把每个颜色拼接到一起，才会比较有灵动性啊。好，然后呢我们现在第一条做好之后呢，就开始进行一个粘贴粘贴之前呢，老师想问一下同学们这个进度因为有些同学呢是在看直播，有些同学呢是在跟着直播一起制作这一步如果就是说大家听懂了是不太方便做的同学，如果听懂了，或者是在这一步同学这个片呢已经第一层颜色已经改成薄片，同学跟上同学都可以扣个1没有跟上的同学可以扣个2。老师看一下同学们这个进度，然后也调整一下自己这个速度好了同学们大部分都能跟上老师又继续了。然后我们现在拼贴之前呢，可以给底板上涂一点点白乳胶老师这节课终于搞到了这个白乳胶分装的这个瓶子了分装这个瓶子也是比较好用的，不过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干稍等一下，给它来点白乳胶。粘的时候呢不要粘太多，最中间的话同学可以拿白乳胶给它点几滴，因为它本身呢就会有一定的粘度，我只是为了保险一点我们粘上去的时候呢其中一边上面这个位置一定要按整齐，然后呢下面这个位置的话呢可以稍微让它给它扭一扭稍微扭一扭，让它有一个这种波浪这种感觉。比如说它前面半部分可能是比较平直，到中间往下这个位置给同学们看一下，到它中间往下这个位置，你可以把粘土这样扭一下这样转一下，转一下之后它底部这个位置再往上抬，让它这个边缘稍微不整齐一点点稍
稍微不整齐，它可能会遇到这个边缘有一点点衔接不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擀面杖工具轻轻的给它擀一下，因为粘土没干之前你怎么样擀它都是可以的。多余的位置呢，我们给它包过去包到后面来。好，这是第一层背景的这个制作方法这是我们的第一层背景边缘的话不整齐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一会儿还会给它装框，装框的话这个边全部都会被盖住的我们要做出这种波浪状这种形状。好，然后呢，同学们第一层做完了之后呢，我们再调第二层这个颜色。第二层颜色的话呢，可以看到它深浅的话呢，跟第一层的颜色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呢，里面没有黄色没有黄色，因为它稍微偏冷一点同学们大概拿出1厘米左右的绿色粘土1厘米左右，就这么大不要拿太多了。然后呢，再取出白色粘土。白色粘土的用量呢，跟刚才一样，也是2.5厘米可以稍微多取一点，你多取一点没关系，稍微少取一点的话呢，可能就制作有点窄2.5大概就这么大。然后呢，把1厘米的这个绿色粘土和2.5的这个白色粘土，其实老师这个白色粘土稍微取的会多一点取了大概3厘米左右，因为我怕不够用然后呢，我们把它给调和到一起调颜色这个步骤的话呢，是稍微会麻烦一点，因为我们要拿这个粘土不停的揉揉。还粘在之前那种黑色纸上可以吗？当然可以的同学，当然可以的。老师说了就我如果没有这个相框的话呢，同学就是说随便找一个任何的这个纸板都可以什么纸板都可以不管它什么颜色，反正你要用粘土来覆盖，它具体是什么颜色根本就无关紧要老师调完了第二层颜色但第二层颜色呢，感觉调稍微有点太过于浅了，可能是我就是说我想做出这种清新的感觉，我白色加有点多了吧如果我感觉稍微有点浅的话呢，它感觉比第一层还要浅，那么我再给它加0.5厘米的这个绿色粘土，让它稍微变深一点点太浅了也不太合适，因为我们从上往下呢，它是从浅慢慢变深的，所以它第二层颜色不可以比第一层颜色要浅，要稍微比它深一点会比较合适。好，老师这个颜色基本上调完了相信同学们也调差不多了，因为我在这里揉捏这块土已经揉它好久了，它可能已经觉得就是说我怎么把它给揉那么久，我现在就不准备揉它了它颜色已经可以了，我把这个底板呢放到一边。还是老规矩先给它搓成一个长条，搓的时候用力稍微均匀一点好，长条，然后搓完之后呢在刻度板上比一下也可以，直接跟我们这个相框比也可以如果同学没有这个底板的话呢，直接按照我们这个刻度上数1、2、3、4、5、6、7、8、9、10，数10个格子，稍微比10个格子长一点这差不多这个长度可以了，你可以比它长但是绝对不可以比它短老师刚才已经强调过了，原因呢给同学们讲了。好，然后我们就开始压压完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给它做一下造型我们第二片粘土跟第一片相比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稍微给它做一点造型之后再进行一个挤压会好一点我们做造型的时候呢，因为第一片的话呢，我们是自由发挥的造型，因为它没有任何参考，它就光秃秃的一个板子，我们想完成什么形状都可以，只要让它的边缘变成波浪可以。但第二片的话呢，就不可以这么任性了你必须要跟上一片这个接缝稍微就是说无缝衔接，就是说要紧挨着它，所以你这个形状的话就不可以随便的这样乱折你折之前呢，你要先放到我们这个第一片粘土这个下边看一下它这个波浪是啥形状它是这个形状可以。好，然后我们再拿下来，拿下时候一定要小心保证我们这个形状跟它差不多。然后的话呢，还是老规矩，我们这个板子呀，它压这个薄片其实压的不是很薄的用这擀面杖给它稍微擀一擀但是你也不用擀的特别薄给它中间稍微擀2下擀成这样其实就可以了好，然后呢，我们还是给它放到我们的这个板子上，放之前呢，给它滴2滴白乳胶中间给它来一点白乳胶贴我们第二片的这个颜色。
第二片颜色贴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方法，但是一定要注意它们接缝这个位置一定要衔接好。你看，如果留出这种缝隙的话呢，是很丑的。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2片粘土衔接这个位置，用手按，不停的按给它粘在一起。因为我们这个粘土的话没有干，它是有粘性的现在2个粘土的话呢，你给它按到一起的话，它是可以粘住的。多余的位置呢，给它拐到背面来。好，这是我们的第2层颜色给同学们看一下第2层颜色。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做第3层这个颜色。板外面粘土需要切掉吗？不需要切掉，不需要切掉。我给同学们看一下我的案例其实我的话呢，它这个不是我切掉的它这个是它干掉之后就会很脆，你们都知道它太脆了，我平时给它放到柜子里，它自己掉了其实正常情况我根本就没有切它，我就给它翻到外面来。反正在背面嘛也不影响。我觉得粘土这个步骤的话呢，没有必要切它。如果你觉得不太顺眼的话呢，你可以等它就干的差不多了，你给它切一切也是可以的。好，我们调这个第3层。第3层这个颜色的话呢，给同学们看一下它属于这种棕绿色，就是呢它颜色呢属于不是很深也不是很浅的。那这个颜色的话就很好调了我们直接拿出这个绿色粘土给它加一点白就可以了。但比例的话呢，就比刚才的比例要稍微会多一点。刚才的话呢，我们是1厘米的绿加2.5的这个白，对吧？现在的话呢，第3层的话呢，就是白和绿的比例呢可以达到1比1。比如说我拿1.5的这个绿，然后我拿1.5的这个白从这一步开始的话呢，绿色会逐渐增加。同学们就是说可以观察一下因为刚才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给同学们讲了，一开始给同学们讲了它这个绿色背景的一个变化规律，所以同学们心里面也就是说稍微就是说比较有数了，它的颜色的话是逐渐变深的。1.5厘米的这个绿和1.5厘米的这个白色不好意思，老师拿成这个蓝色了，因为刚才我找这个白色粘土的时候呢，我把这个盒子给看错了，我以为我拿这个蓝色，我以为我拿这个蓝色的粘土是白色的各拿出1.5厘米大概就这么大，然后把它们调和到一起。它绿色比例多加一点的话呢，它颜色的话呢就会深一些。好，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颜色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感觉有点少还可以再多加一些。中间这一块的颜色的话呢，其实还可以多一点点老师就再多加一点吧。多加的话呢，还是按照同比例的增加比如说绿色和白色还是1比1，再拿出1厘米左右给它们调和，给它们全部混合到一起。如果同学们不小心拿土的时候呢，就是说感觉拿的稍微少一些，或者是那个颜色拿的有点不太够了，我们再给它继续添加的话，按照同比例的添加你不要就是说光拿光拿绿色或者是光拿白色，这点就不太好这个大小的话呢，最后混合到一起，它的直径的话应该是3厘米左右，这个圆球其实就已经足够了我们每一层大概都是3厘米左右，2个颜色加在一起。好，然后呢，我们还是老规矩，给它变形了这一步就叫变形。调好之后，这个棕绿色土呢，我们先给它团成一个圆柱形。欢迎新小喵同学刚进来的同学呢，可以跟着老师现有的步骤做一下。如果不太方便做的话呢，可以跟着老师现有步骤听一下等到同学就是说有时间的话呢，跟着回放补一下这个作业就可以了好，这个戳长条就非常简单了同学只要注意一个点，长度一定要大于10厘米，11、12这个长度老师给这个格子上比一下吧1、2、3、4、5、6、7、8、9、10稍微长一点，拽一拽，好，可以了，这个长度已经很 OK 了。然后我们给它做一下这个弯度就不可以那么任性了这个弯度的话呢，我要找到我上一层这个弯度有多弯，我要跟它对比一下。这个弯度是很合适的。然后呢，我把板子移开，记住这个弯度让它有这个弯度。好，然后我们给它压一下。但板子的话呢，一般压的不是很薄
同学们也知道，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用到这个工具的啊，用到这个擀面杖，给它从中间呢往上往下擀个两三遍就可以了啊，不用擀特别多。擀完之后呢，可以看到它就形成一个自然这种波浪状的形状了。好，然后呢，趁着它现在还没干啊，赶紧给它拿起来。好，拿起来之后呢，我们给它拼贴到一起啊。心小小喵同学说老师好我暂时做不了做不了没有关系啊。同学就是说这个时间段的话，有些其他事情在忙，做不了的话呢，可以过来看看直播呀学习一些知识点。等到有空的话呢，我们看着回放补一下作业都是非常好的，没关系的因为我们这个弧度的话呢，在我们压之前就已经给它测量好了，所以现在基本上是无缝衔接就看不到它这个缝隙，衔接还是比较自然的。如果同学压上去之后感觉衔接不是很自然了，我们用手给它按一按，它接缝这个位置给它按一按，你觉得哪衔接不自然了，或者你感觉哪个地方要裂开了缝隙有点明显了，你按一按就好了然后多余的位置呢，给它折到背面来，这个背面稍微有一点惨不忍睹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等干掉之后再处理，或者是呢我们不看它的背面就可以了。好，这是它的1、2、3第3层，然后我们做第4和第5。做第4和第5的时候，老师给同学们想到一个省时间的妙招。我们看一下第4层和第5层这个绿色，它属于这种深绿色，对不对？它是不是跟我们左边的这一块颜色有点像同学们觉得是不是有点像？这一块的松树它可能有几个是浅绿，但是其他大部分的颜色是不是也是比较深一点，这种棕绿色呀、深绿色呀、蓝绿色，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一次在调土的时候呢，可以多调一点。本来我们调3厘米一层就够了，但是同学们可以调5厘米，多调2厘米到3厘米左右一会儿呢，我们做深棕树的时候，直接把我们调好颜色拿来用，就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因为我们每次调土在揉揉了好久，对不对？估计同学们揉起来也蛮累的。老师就给你们想了一个方法其实我做东西的话也会这样。比如说我做人物或做一个装饰画的话，我首先看它哪些颜色是比较类似的，它类似的颜色我是不是可以一次性给它调好呢？然后放到一个小袋子，平生活中这种小盒子呀都可以，或者是保鲜膜呀、保鲜袋给它密封一下，然后等几分钟我们再拿出来用好，老师说了一些别的，然后再给同学们说一下我们现在要做这个颜色同学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呢是买来的颜色，就没有经过任何调和这个绿色这个是给它变深了的绿色。同学们觉得我在这个绿色里面加了什么颜色可以使它变深呢？同学们觉得就是我加哪个颜色可以使它变得深一点呢？这个颜色肯定是不行的，它有点太浅了。我先拿出3厘米左右先拿出个3厘米左右。好，老师看到了含泪同学以及漂亮的美妞同学，还有小周的同学同学们都说可以给他加蓝色或者是黑色恭喜这几位同学，大家回答的非常的正确老师确实是准备给它里面加蓝色的因为刚才老师也讲了，它上面偏暖，下面偏冷，它上下的这种空间感就会比较强一些加黑色的话当然也可以的。黑色呢，它可以使任何颜色都让它变深黑色也是可以让它变深的不过老师今天这节课呢，就是没有用到黑色，是因为我觉得加蓝色它已经变得蛮深的了，这个深度已经挺合适的了。加黑色的话就太深了如果同学们哪一天调颜色，哎呀，我怎么调也调不深，怎么调也调不深，那你们可以加一点黑色，或者是红色试一下。因为红色这个大红色这个色相呢，它的这个明度上它是属于一个低明度它有点比较暗，它有一点比较深如果同学们颜色调不深，可以加点红色或者是黑色试一下，它绝对能变得很深。好，然后绿色的话呢，老师拿了大概3厘米左右蛮大的给同学们比一下然后呢，我再加蓝色。这个蓝色的话呢，也大概是给它蓝色有点少了蓝色我准备拿一个2.5的，我再加一点蓝色，拿个2.5左右把它们俩混合到一起。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取土量是有点多了，为什么那么多呢？是因为我想给这个位置留一点土，一会儿就不用调色了。你看我每一次调色揉这个土，快的话揉个
30-40秒，慢的话我总得揉个将近1分钟吧，对不对？所以呢，就比较耽误一点点时间。好，你看我加了蓝色之后呢，这个土是不是立刻就变深了？这个颜色的话，我还是挺满意的啊，挺深的。但这个深色的话呢，我感觉稍微有一点太深了啊。这个深色的话有点太深了，我要调这个颜色的话呢，感觉它有点不太接近啊。我还可以再加一点点绿啊。这个调色的话，其实是稍微比较麻烦的。就算是同学们就是按照它这个比例来的话，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误差，也不说100%准确啊。不过大部分差不多准确就可以了。我可以加一点绿色，给它调和一下啊，调一下。调完之后呢，然后呢，它现在是一个直径为5厘米左右的这个深绿色粘土。然后的话呢，我们给它区分一下啊，我们揪出其中2厘米啊，这2厘米看好啊，同学们把它塞到一个透明的盒子里，盖上，或者是找一个塑料袋给它包住，或者身边就能密封的东西给它扣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做树叶用啊，这样的话一会儿做树叶不用调色了。剩下这3厘米呢，我们来做它的第4层。老师是不是很机智呢？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偷懒的办法吧。好，我们把调好这个3厘米左右这个深绿色粘土呢，还是一样的规矩啊，一样的方法，搓成一个细长条，宽度的话就一致就可以了啊。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长度的话呢，同学可以数一下格子啊，超过10厘米就行，不够的话拽一拽它就够了。好，然后呢，我们给它找一下它这个形状。它这个形状的话，看一下啊，是一个非常优美的这种弧线形。我们可以就是说按照它这个形状呢，给它比一下啊，给同学们看一下啊，你就这样比一下就可以了啊。不用就是说在这上面用多久时间，老师稍微等一下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上。等我这个背景做完之后呢，再看一下大家这个进度啊，因为怕粘土干，因为它干了之后可能2个颜色融不到一起去，所以我们还是先给它擀成个薄片，让它们抓紧时间融为到一起。好这个弧度已经拿下来之后呢，这个弧度的话你就不要改变它了啊，先给它压一下。我们压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让它用擀面杖好擀一些，你不压的话，它那么鼓，你擀的话呢，它可能会有点擀的不是很均匀。好，然后擀的话呢，它可能有点长啊。我们先擀它前半部分就是往上滚2下，往下滚2下。好，然后呢擀一下它中间和后面，中间后面也是一样的啊，非常简单，就往上擀2下，往下擀2下，就让它变得薄一点就行了。现在有点太厚了啊，擀完之后厚度的话呢，大概就是2毫米左右，1毫米也行啊。它就是一个背景，一个薄片就可以了。好，然后的话呢，我们给它贴合上去。上面这个弧度我们之前就已经测量好了，这个弧度你看是严丝合缝的啊。可以加一点白胶啊，其实不加白胶也行，因为我有一次试过不加白胶，它也能粘得很牢固。但是呢，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加个一点点吧。加的时候，我们每次拼贴的时候呢，这个位置要很注意啊。你看，如果你这样拼贴，它不就有缝隙了吗？对不对？就很麻烦。你要稍微压住它一点点啊，压它一点点之后还不够，你还要趁它2块粘土没有干之前，用手按，把它们粘土融为到一起，这样它干了之后，哪怕它收缩，中间这个位置也是非常整齐的啊，不会出现这个缝隙。这个多余的位置还挺长的，我给它拐到后面来啊。有空的话呢，或等它干了之后呢，我就可以给它裁剪一下。好，就剩最后一层了啊，我们这个背景就完了。现在其实我感觉这个背景还是蛮漂亮的，这种渐变色，一层一层的，挺清新的这个颜色啊。最后一层颜色呢，其实这个蓝色就可以多加一点。刚才我们蓝色和绿色的比例是1比1啊。蓝色绿色1比1，现在的话蓝色和绿色比例就不能是1比1了，要稍微多加一点啊。取土的话呢，同学们这个绿色取3厘米啊，就是这种原本的绿色，不需要扔，就是买回来这个绿色啊，最原本这个绿色加叫它原始绿吧，加3厘米左右，拿3厘米左右。然后呢，蓝色的话呢，可以稍微多拿一点
蓝色的话呢，可以拿个4厘米左右，多拿一点。就稍微比它大一点点就行了，也不用大特别多啊。我们给它调到一起啊。感觉这个蓝色还是挺深的，调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这个整个粘土都会变成蓝色了。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加一点秘密武器啊。现在呢，我调完之后，它整个颜色的话呢，感觉有一点这个蓝色有点多了，我要揪下来一点啊，不用了。调完之后呢，它现在成这个颜色了。这个颜色的话是非常合适的啊。但是如果同学们，我可以给同学们演示一个别的方法啊，就是可以使它变深那个颜色。因为有些同学老是说我的粘土的话呢，就是说不够深，怎么调都不够深。可能买回来这个蓝色呢就比较浅，我调出来这个颜色呢它就不深。可以给里面加一点红色，它就会变得特别深。稍等一下，给同学们拿一下红色粘土。因为红色粘土它是属于比较深的这种颜色，所以每次加的话少加一点。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已经调好这个颜色里面可以加一点点红加个1厘米左右，我再调同学们看一下这个变化啊。我怎么揉半天揉不到这个颜色呢？在这儿，给同学们看了啊。这一块是我揉开了，这块颜色是不是跟旁边比立刻变深了啊？这也是个使颜色变深的一个好方法啊！同学们在调色的时候呢，如果想调那种特别深的颜色，它比如说这种墨绿色呀，或者是这种，蓝色里面有个颜色也是特别深的，那个叫什么蓝来着？钴蓝。你们要调出像这种水粉颜料那种特别深的这种蓝色，粘土调不出来，你就给它加黑加红，它绝对能变深啊！这是个小妙招，教给同学们。好，然后我们现在就用这个贼黑的贼深的这个绿色做一下我们这个最下面这层的背景。最下面这层背景需要的是3厘米，老师故意让你们多调了一些，它现在整体的话大概是4到5厘米左右啊。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揪出2厘米揪这么多。放到旁边这个小盒子里，给它密封好。一会儿我们做树叶用做它这个松树的时候用。好，涂完成个圆球哈。搓成一个长长的圆柱形。搓完圆柱形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大概是10厘米之后呢，可以比一下跟我们这个相框比一下，也可以跟这个底板格子比一下超过这个10厘米的长度，大概是11、12，就这个长度的话是非常合适的然后呢，我们给它按照它底部这个弧线给它弯一弯。它这个位置是朝上我不知道同学们这个弧度跟老师是不是完全一样不过不一样的话呢也是比较正常的，因为它自然产生这种弧度的话呢，稍微有一点区别没关系，同学们就按照自己底板上这个弧度测量一下，它是什么弧度的话呢，你就这样弯一弯就好了好老师已经弯好了，弯好之后呢，你就给它轻轻的取下来，这个弧度的话呢，不要破坏掉它。然后呢，轻轻的给它按一下，按一下之后呢，让我们更好的把它擀成薄片。我们擀薄片的话呢，可以先擀它上半部分往上擀2下再往下擀2下。好，然后擀下面也是往上擀2下往下擀2下。擀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它侧面侧面的话大概就是2毫米左右的厚度不要太厚了。好，老师已经擀完了。擀完了之后呢，我们把我们做好这个底板拿过来，把这个颜色给它拼一拼拼之前呢，因为它面积感觉有点大，我害怕它粘的不牢固，我给它加一点胶水吧。中间给它滴上2滴胶水就可以了同学不用就是说加特别多。好，我们先从最边边这个位置开始粘粘的话呢，下面什么形状无所谓主要是它接缝这个位置一定要处理好，所以我们粘的时候一般是先从这个接缝的位置给它按均匀了。好，这个位置因为粘土的话它是现在梅干还是有柔韧性的，比如说你粘这个位我怎么发现它粘不上去了，它这个弧度怎么有点偏下了，就很有可能会有同学出现这种情况你就往上捞嘛，拽一拽它不就往上去了吗？这个是比较灵活的同学们就制作的时候可以灵活一点，因为粘土没干之前你想怎么揉它就行。
好，然后呢，它的后半部分再往上提，提完之后呢，我们处理一下这个接缝啊。这个接缝的话，目前还是比较整齐的啊，没有出现这种缝隙啊，没有出现这种拼接不上的情况，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用手给它按一按，让它更结实。多余的位置呢，用手给它弄到后面去。同学们如果在装框的时候感觉它边缘有点厚，你们可以拿剪刀剪一下啊。不过我的话呢，一般装框我觉得还好，我一下就装进去了。好，下面这个部位呢也是给它按一按啊。好，这一步的话呢，老师看一下同学们的进度啊。如果这一步的话，同学就是说跟着直播一起在做这个同学，我们把这几个颜色全部给调好拼贴完之后呢，可以在当前屏幕发个1，因为我要装框了啊，我要装框了。做完同学可以发个1啊。如果有些同学没有这个框没关系，你们只要做完了就行。我们只要学习这个方法，比如说你做完了这个形状，你觉得好看，你可以按照手机的这个形状给它裁剪下来，把它当成个手机壳。或者是呢，给它挂到冰箱上当个冰箱贴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有没有框无所谓，但是老师要教你们一下怎么样给它装框，就是把框给放进去。因为有些同学他是有这个相框的啊。好，同学做完了啊，做完了那就非常棒啊，同学们都能跟上老师这个进度，说明同学们就制作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用心的。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框给塞进去就可以了。我不知道同学们这个粘土的话会不会感觉很厚很难塞，我感觉还好，我觉得蛮好塞的。相框的话呢还有很多种啊，有一种的话呢它是这样的，它这样的钉子这样它是可以来回移动的啊，它是可以这样掰起来，然后再给它按上去你给它掰起来之后把这个东西给放进去，然后再给它按上去还有一种呢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呢，它是可以活动的可以活动的我们就给它塞进去就可以了。如果同学们觉得不是很好装的话呢，哪个位置不太好装，粘土有点厚，你可以拿剪刀裁剪一下。不过我的话呢，一般都是比较野蛮的，我都一塞直接给它塞进去了。好，我已经装框装完了我的颜色比较浅我的浅色比较宽，深色比较窄周多同学说你的浅色宽，深色窄是吗？只要不相差特别大的话呢，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就只要不是你的浅色这么宽一块，相差稍微没有那么大没关系。你看老师做完这个和我这个案例也不一定说每个都是一样宽吧，因为它背景本来就这种弧线很随机的这种形状就是说稍微比它宽一点点，窄一点点，宽个1-2厘米，其实问题不大这个这个没关系的只要你有这个深色浅色渐变就行。好，然后呢，我们开始做我们的这个主体了，就是个小鹿了现在这个框装完之后呢，它就放到一边，我们现在不需要用到它了。我们来开始开开心心的做小鹿，然后呢做松树，做花卉，之后给它一拼贴构图就完美了。好，老师上课之前呢做了一个小鹿让同学们看一下我们做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可以对比一下这个大小。小鹿的话呢，我们需要用到这个肉色粘土同学们在这一步呢跟老师一起拿出这个肉色粘土我们框装完之后就给它放到一边，没有框同学不用装框这个框也不是说也不是刚需我们也可以装其他的东西，我们只要把这个背景颜色学会了就行。同学们大概拿出4厘米左右的这个肉色粘土，我们做一下这个小鹿4厘米左右4厘米是多大呢？拿粘土的时候建议同学们宁大勿小，就有些同学可能掌握不好这个比例，比如说拿了一团粘土，他放到我们这个桌子上，他说我感觉这像4厘米但实际上他可能就是说它这个粘土就是说比较扁或者比较小它看起来到了4厘米，实际上它因为它不太饱满，它可能不到。不过建议同学们宁愿多拿一点，比如说老师让我们拿4厘米，你觉得自己平常拿土尺寸不是很准的话，你拿个5厘米都是 OK 的，因为你粘土拿多了之后呢，你大不了给它裁剪一下嘛，对不对？你要是粘土拿少了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就不太好进行一个这个修改了你想给往上加东西的话就不是很好加了。好的同学们就
框的话呢，我们就先放到一边啊，已经结束了啊，背景。我们现在开始做这个小鹿啊。我老师的图已经揉的差不多了啊，因为这个图的话呢，就揉个几秒钟，让里面没有气泡就行。首先呢，第一步还是先给它团成一个圆球，万能的圆球啊。团成一个圆球，团成圆球呢，也是为了消除表面的一些指纹一些纹路之类的，这样我们一会儿做成圆柱体的话呢，它也会比较好看。团成圆球之后呢，我们先来观察这个鹿的造型啊。这个鹿的造型，它是有一个特点的，它是上半部分呢，是比较窄的，然后呢，越往下越来越宽，是一个很正常现象啊。因为它这个脖子的话呢，是比较细小的，它鹿的头呢也是比较精致小巧的。它下半部分呢，因为连接它这个身体这马上就是它的肚子了、身体了，对不对？它会比较宽一些，所以呢，我们都大概了解它这个形状。那么这个形状怎么样做出来呢？我们要把这个球变成一个上窄下宽的一个圆锥形。好，同学们看一下这个板子的这个弧度啊，大概倾斜这个角度大概是45度左右，我们这样去戳它，45度左右。欢迎瑞同学欢迎亲近直播间的同学们瑞同学说来晚了是吗？来晚了的话呢同学就是说可能是有些事情耽误了，也不要特别着急啊。如果同学就是说身边有材料的话呢，可以跟着老师现有的步骤去做，可以，因为老师背景你做完了，现在做到主体物的部分，如果有材料的话呢，这个主体物也是刚刚开始，可以跟着做。如果身边就是说也不太方便做的话呢，可以跟着老师的课一起去听我们先听一下老师这节课是怎么做的，学习一下知识点，等到有时间的话呢，再跟着回放，把没有做的这些步骤呢给它补一下就可以了如果同学下一次的话呢，时间就是说比较宽裕的话，还尽量就是跟着直播一起制作，可能就是说学习起来也会更好一些。好，看老师现在已经戳成这种圆锥形了这个圆锥这个长度的话呢，给同学们说一下，这个圆锥这个长度的话呢，大概是在11厘米左右给同学们看一下，11厘米左右这个长度的话这个大小的话是比较合适的。11厘米左右，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这个鹿呢，它这个嘴，包括它这个鼻子是非常尖的这种形状是非常细小这种形状，所以要求我们这个上半部分呢还可以尖一点点背面看一下同学要看什么背面？看这个鹿的背面吗？这个鹿的背面也就很普通也就这个样子你要看这个装饰画的背面吗？背面的话就是它这个边框好，然后我们继续搓。刚才讲到它这个脸呢是比较尖的，所以我们现在呢用这个压泥板工具，角度的话呢倾斜大概15到20度左右，给它稍微搓的尖一点搓的尖一点。刚刚做的身体是吗？好的好的。这个身体的因为我还没有压，所以它的正面和背面都是一样的呀，同学我还没有压我现在只是给它做成个圆锥形它的正面和背面全部都是一样的背面和正面全部都是一样的，你就做成一个11厘米左右的这个圆锥就可以了，上面尖尖的，下面宽宽的。它最宽的这个点呢，大概是2厘米左右，最窄的这个点呢，就是很尖就很尖，让它自然的慢慢变尖就可以了。同学可以就是说根据自己制作的形状跟老师这个直播的画面稍微对比一下，看看它这个形状弧度有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如果就是同学做的稍微宽的话，用手捏一捏，给它调整一下。做的太细了，可以往回给它怼一怼趁它现在还没有干。如果干的话呢，你再去调整的话，表面会起皱现在调整的话是非常合适的。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老师就开始给它做造型了我们是先做造型再做厚度。如果我现在呢直接给它压扁，压出厚度出来，然后我再做这个造型，它很有可能表面会产生皱纹在我们做造型之前呢，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小鹿的这个造型它这个鹿的脖子呢，有没有感觉它是往前伸的？它准备吃这个草，对不对？它准备往前是寻觅这种很好吃的东西，所以它头是往前伸的一个动态。然后呢，它的脖子呢，这个嘴又是扬起来的然后呢，因为我们的头和脖子是一体的，所以呢，要求我们是在它最上面这个尖距离大概1.5厘米这个位置给它折一下。好，我们观察完它这个造型了，对吧？我们现在开始给它变造型了
首先下半部分呢，我们给它往它的右边推啊，让它脖子挺起来，这种感觉看到了吗？啊，把它往右边这样推一推，好，推啊，推到距离上方大概1.5厘米啊，注意这个尺寸1.5厘米这个位置，好，看好啊，给它往下折，给它往下折啊，折成这个形状。折成这个形状之后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它这个鹿的这个鼻子和嘴这一块，它是有点微微往上翘的这种感觉，它会比较好看。所以我们要用手啊捏住这个位置，给它微微往上翘一点点啊，微微往上翘，同学们看到了吗？啊，微微往上翘这种感觉。好。现在它这个形状的话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们来做一下厚度啊。你看现在看起来就是前后左右都是一样宽，就是一个柱子啊。实际上呢，它装饰画的话它是半立体形式的，你看它是就是说它是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厚度的。我们现在给它做一下厚度。做厚度的时候呢，就从上往下啊，我们从上往下压，先把这个脸型给它压好，然后再压它身体因为粘土会有点回弹啊，我再给它固定一下形状，不然它一会儿就缩回去了。压一下它这个小鹿的脸，压的时候呢，因为板子是透明的，我们一边压一边可以看到它这个厚度变化啊。你不要一下子很使劲给它压特别扁，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有点不太合适啊。你稍微轻轻的压2下，觉得它整个鹿的脸大概占有1厘米左右这个厚度了，一个宽度了就可以停了啊。你看它现在整个小鹿这个脸呢已经有这个1厘米这个宽度了，好，可以了，我们开始压一下身体。压身体的话呢我们就直接用板子这样从上往下轻轻的压，把整个身体的话呢用力均匀给它压一下。好，这个嘴的话它可以再捏一下给同学们看一下我这个小鹿已经压好了压完之后厚度的话呢大概是在0.5左右0.5到1厘米之间下半部分呢稍微有点宽我再给它压一下。0.5到1厘米之间，就是意思就是说，同学们做个0.6、0.7这个厚度其实也是可以的现在呢，我们给它处理一下边缘如果同学们就是说听过老师的上一节课，就是那个母鸡的时候，应该就了解到那节课的话，老师就着重教同学们处理边缘这个技法。你看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是没有处理过的边缘。就是很厚，对不对？就感觉很闷那种感觉这个呢就是处理过的边缘，这个是老师上课之前做。你看到它这个侧边了吗？它是中间厚，两边薄薄的，对不对？它是有这个这种边缘处理的。这种的话呢，看起来它立体感会更强，而且会非常自然。所以呢，我们现在用板子在它的上下两边的这个身体的位置，用板子倾斜的这样去压一压它这个边缘压一压这个边缘。这一步也非常简单但是是一个小细节，同学们注意了之后呢，你以后你做了任何装饰画呀，或者你做一些小动物呀，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处理一下它的边缘，它会变得很好看处理完边缘之后呢，它就会你看整体的这个饱满度立体感呀还有从侧边看就好看了很多，对不对？就变得很圆润很整齐。好，然后身体的话我们都做完了吧，没有什么问题吧？这一步的话呢就是我们来一个课间小答疑吧。课间小答疑就是说，在制作过程当中老师已经做完身体这一步了，同学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问一下比如说弯的时候角度没有弯好或者是表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问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继续好，同学们继续拿出这个肉色的这个粘土。肉色粘土的比例呢，大概是1.1厘米左右吧，1厘米1.2、1.3左右，可以稍微多取一点我们宁多勿少，对不对？好取出一个1.2、1.3厘米这个肉色粘土，团成个圆球，就团成这个样子，给同学们看一下，团成个圆球。我们是要做哪里呢？是要做耳朵啦，这个可爱的小耳朵。这个耳朵观察它的形状大家就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耳朵，你们觉得它像什么形状呢？它是像这种树叶形还是什么水滴形梭子形同学们觉得它像什么形状？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大家觉得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征？比如它这个尖还是这种弯的，对不对？
或者说像什么火焰型啊，大家觉得它这个耳朵有什么特征？观察出来它这个形状像什么，或者是有什么特征，大家可以说一下啊。因为呢，老师希望同学们就是说，大家都养成个这个习惯，我们做一个东西之前，先观察它有什么特征。如果你不观察，直接就开始做啊，做着做着，你发现，我做这个东西怎么就不像呢？那是因为你的特征没有抓住啊。梭子型对吗？好的啊，这位同学回答的非常好啊。这个耳朵确实就是个梭子形。什么梭子形？就两边尖尖的，中间鼓鼓的啊！不知道同学们以后学 Q 版的话，它很多头发都是这种梭子形的。老师觉得呢，梭子形是很正确，但是，它也会有一点点火焰型的这种特征，因为它上面这个尖尖的，它不是直的，它是有一点点弯的这种感觉，有点像个火苗那种感觉。同学觉得呢，是吧？好，我们现在观察完它特征了，中间宽，两边窄，然后最上面这个尖尖的有点弯啊。观察完特征之后，我们再开始给它变形啊。变形了，把我们戳好这个圆球呢，戳成个水滴，先给它戳成个水滴，因为水滴简单嘛。好，我们用板子斜着搓啊，给它搓成个水滴，搓成个水滴。因为1.3厘米这个粘土搓完水滴之后，它这个水滴其实还蛮长的啊，大概是有个2.5了啊，长一点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可以修剪的。好，然后第二步呢，给它稍微压一下，太厚了，我们给它压一下啊。从上往下压出大概，给它压出一个2毫米的一个厚度，给同学们看一下侧边，2毫米有多厚？2毫米就这么厚啊，就这么厚。好，压完之后呢，同学可以看到这个耳朵它是有结构的，看到没有？它是边边呢有一个厚度，中间这个位置是凹进去的。那么这个结构怎么样做呢？我们拿出我们同学们这个棒针工具啊，常用的棒针工具，它是有一个尖尖，对不对？而它这个尖尖。这个形状呢也是上面尖，下面越来越宽。我们把它尖的这个位置对准我们耳朵这个尖尖，给它从上往下压一下啊。在手上可能有点不太好压，因为我的手的话呢不是很平整啊，板子上可能好压一点啊。这样一压，压完之后呢，下面这个位置可以滚2下，让它这个结构呢变得稍微明显一点啊。它这个结构给同学们看一下，就非常明显了，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给它修剪一下它这个长度啊。实际上它这个耳朵是1.5厘米啊。我让同学们取粘土稍微多取一点，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给它修剪一下也会比较方便啊。我们找一下它这个长度啊，1.5厘米，大概在这儿，对不对？1.5厘米大概在这儿给它裁剪一下。裁剪一下之后呢，下面这个部位我们给它捏到一起啊，捏到一起。趁它没有干的话呢，我们给它捏到一起上下呢再给它捏一捏，它是不是下面这个位置捏到一起之后呢，就会变得比较尖？上面这个位置呢也是要尖尖的啊，上面这个尖尖，趁它粘土现在还没有干的时候呢，我们迅速的给它捏尖，因为它上面这个尖尖其实感觉不是很尖啊，不够精致啊，缺少一点锐角。我们给它捏尖，捏尖之后呢，可以给它朝一个形状，你朝上也行，朝下也行，给它稍微掰弯一点。然后这个耳朵的话呢，我们也就做好了，好，拿到我们这个小鹿，然后呢比一下这个漂亮的耳朵就已经 OK 了。在粘贴上去之后呢，我们可以处理一下它跟头部衔接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有点不太整齐，对不对？我们可以用这个剪刀轻轻的把这个位置给它剪平一点点，然后再给它进行粘贴。粘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它的底部涂一点点白乳胶，这样的话呢会更牢固一点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细节的一个注意。粘的时候呢，注意一下这个位置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耳朵的位置在哪儿。它整个头是1.5厘米，对不对？我们在它这个头靠左边的1/3这个位置给它粘。粘的时候呢，直接粘它脑袋上就行了直接粘到它脑袋上就行了。然后粘上去之后，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这个位置比如说我想让它稍微弯一点或者是想让它稍微往后倾斜一点当然也是可以的老师这个胶呢有点不太粘我可以先放到板上给它定一下型有一点不太粘。好。这一步的话呢，我教同学们就是说，我们一边等待它定型，一边做一下它这个鹿角它这个鹿角的话，老师觉得特别喜欢，也是整个作品当中我觉得比较经典的一个设计它整个小鹿的话，你看这个是小鹿，它没有鹿角，这个是有鹿角这个鹿角如果是按照比较传统那种方式做好多叉的话呢，也是可以的，但是会显得就是说太常见了。你看老师把这个鹿角呢做成非常简洁、比较时尚的这种流线型。
就感觉整体的话效果都是非常美的，非常灵动的啊。我们注意一下这个鹿角，也是啊，可以学习一下。这个鹿角的话，同学们取出这个肉色粘土，大概我看一下啊，大概取个2厘米吧，取一个2厘米大小，可以稍微多取一点。同学们取个2.5、2.3也是可以的啊。小鹿的话呢，我先给它放到一边啊，等待它慢慢的晾干和定型。现在先不用管它了。颜色的话，同学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有点疑惑啊？为什么老师这个颜色的话，它两边会比较深，中间比较浅，整体的颜色的话比较艳丽。老师这个肉色粘土怎么颜色的话会有点苍白？那是因为老师在最后呢给它涂了色粉和丙烯，你看，涂了颜料的啊。但现在呢还是不能够涂的啊。这个漂亮美妞同学回答的非常好啊！老师正准备给同学们说我要用色粉，同学就已经猜出来老师要用色粉了啊！不过色粉的话呢，它是有个先后顺序的，我们不能够说粘土刚做完就给它涂色粉，这样的时候呢容易涂不均匀啊。我们可以等它做完稍微晾干一会儿之后呢，至少它表面已经干了，我们再给它涂色粉会比较好。好，老师拿出了这个2厘米这个肉色粘土，不知道同学们拿好了吗？同学们拿好的话，可以在手里面轻轻的揉搓个4-5秒钟啊。好，给它涂完成一个圆球，还是万能的一个圆球。然后呢，给它搓成个细长条。细长条的话呢，看一下看一下老师这个板子倾斜角度大概是30度左右啊，30度左右啊，就斜着这样搓就好了。长度的话戳12厘米，稍微长一点啊。长一点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修剪那个余地啊。因为老师是让你们这样板着倾斜的搓，那么最后搓出来形状的同学可以对比一下。最后搓出来这个形状呢，它是一边比较细，一边比较宽的。最宽的这个点呢，也不能说太宽。其实老师最宽这个位置有一点点宽啊，我还会继续搓的。最宽这个点的话呢，大概宽度的话是0.6左右。你不要就是说搓的特别宽，那就有点不太自然了。大概是0.6左右，最细的这个点呢，大概就是1毫米左右啊。同学们稍微搓长一点。好，老师这个条呢已经搓完了啊。我现在呢开始给这个鹿角变一下造型，稍微把镜头给同学们调远一些，因为我给鹿角变造型的话呢，屏幕离得特别近，你们可能有点看的范围有点太少了。好，这个鹿角的形状是这个样子的啊，给同学们看一下。好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鹿角的形状。这个鹿角形状它是很优美，这种流线型，它有点像我们英文字母里面的这个 S， 对不对？有点好像这个 S 呀。但它跟 S 有点不一样的是，这个 S 好像是躺着的这种 S， 它好像就是说在那就是躺在那里形状的话呢会比较宽一些最上面这个钩呢也会比较靠后一些，整体呢是一个 S 型啊。我们怎么样变这个 S 型呢？首先就像写字一样。最上面这个头，最宽的这个头朝上之后，把它朝右边掰弯。好，大概掰弯到2-3厘米之后，就不用管它，一直往下走，走到最下面这个点，距离它这个底部大概2-3厘米这个位置之后呢，给它往下掰给它往下掰弯。老师制作是比较长的一会儿还会稍微修剪一下。好，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最后呢，给它拼贴到我们这个脑袋上，它这个鹿角就已经完成了。稍微有点长，我给它稍微切短一点因为老师取土的时候呢，是习惯性稍微多取一些，因为我怕不够用也会让同学们就是说稍微多取一点的话，就是容错率会高一些。整体的长度的话呢，大概就11、12左右就比较够用了好，最后呢，我们把这个鹿角一般是长到我们耳朵前面这个位置，我们这样给它拼贴上去就可以了拼贴的时候呢，可以涂一点胶水，因为它这个鹿角下半部分有点细，有点纤细。我们给它涂完胶水之后呢，它会粘的牢固一些。好，粘贴的时候呢，就给它重合一部分，重合大概3到4毫米左右。最后呢，我们给它添加个小细节这个小细节真的就是说非常简单了同学们应该就是说。基本上都是比较熟悉的，就是给它小鹿加个眼睛这一步真的是就是说非常的容易，我们给它加个眼睛，然后它整体就完成了。眼睛的话就用黑色粘土就可以了同学们最后一个细节了小鹿主体物最后一个细节同学们拿出1毫米左右的这个黑色粘土，
我屏幕给你们调大一点啊，1毫米左右这个黑色粘土啊。首先呢，先给它戳，用手指给它戳成个圆形，看到了吗？戳成一个圆形啊。戳成圆形之后呢，再这样上下左右戳，给它稍微戳的椭圆一点，因为它如果是个正圆形的话呢，会显得就稍微呆萌可爱一点啊。老师整体的画风呢，今天这个画风是比较偏成熟一点的，所以呢，就给它做成个椭圆形的眼睛，稍微椭圆一点。眼睛的位置给同学们说一下啊，它整个脸从这儿到前，从前到后大概是1.5啊，1.5，找它1.5的正中间。它不仅是在宽度的正中间，也是高度的正中间，就找它上下左右的正中间。哎，这个位置用棒针给它点一个点啊。点完点的时候呢，顺便蘸一点白胶啊。你们同学生活中手边有白胶的啊，可以用棒针工具给它点一点白胶，因为它比例实在太小了。我们把这个眼睛珠给它安到我们点这个位置。安上去之后呢，我们可以先调整一下啊，看一下它这个位置是否偏高了、偏低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再粘贴；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进行一个调整啊。老师觉得我这个眼睛安装的时候呢，我这个椭圆形啊有点不太椭圆，我这个调整一下啊，现在就 OK 了啊，非常好了。好，老师眼睛也安装完了。现在呢，我们已经做完了我们装饰画今天的2大步骤。哪2大步骤呢？第一就是我们的背景啊，这个超级漂亮的渐变色背景、粘土背景完成了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主体物小鹿已经完成了，它就差涂个色粉了啊。这个色粉的话呢，不要着急，等到最后老师给你们示范啊。等于说我们这两大步骤已经做完了啊。现在呢，老师总结一下我们做这个小鹿的时候的一个知识点啊。做这个小鹿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小鹿它整体脖子往前伸的这个造型。现在同学们可以稍微检查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做完了没有啊？做完同学可以跟着老师一起听一下知识点，一边检查一下。如果你这个头啊它回弹了，就粘土回弹了，或者是现在感觉有点不太往前倾斜，你要趁着它没有完全干掉之前啊，给它掰一掰，让它往前倾斜这种感觉。不然的话呢，这个小鹿的身体会显得有点僵硬，没有什么灵动性。第二呢，它这个耳朵的比例一定不要做的过于长，那个耳朵太长的话呢，它就不太像鹿了啊。这第二个知识点，同学们还可以这个调整一下它这个角度啊、倾斜角度啊、大小啊，可以调整一下。然后这个鹿角的话呢，注意它是 S 型，它上下两端这个弯钩啊，一定要稍微弯一点啊。你如果就是说，给它搞得特别直，那这样你觉得好看吗？这样也不太好看，对不对啊？没有什么流动这种感觉啊，稍微给它上下这个弯进去，这个 S 型呢，给它变得弯一点啊，定一下型啊，这就是我们小鹿这个知识点。然后呢，问一下同学们，这一步的话呢，给同学们就是说稍微答疑一下。这个小鹿呢，老师已经做完了啊，我们接着开始做其他一些配景的部位了，比如说左右两边这些植被啊，可以做一下。说到这一步的时候，同学们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个小鹿做完了吗？做完了也可以说一下啊，做完了可以说一下，或者是有些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说一下。明玉文同学说同学稍微就说来的有点晚，来的有点晚的话呢也不要着急啊。同学如果身边有工具的话呢，可以跟着做一下；没有工具的话呢，可以跟着直播课听一下。你在听的过程中，相当也是学习了一遍，对不对？你听了老师怎么做的你心里就是说已经非常熟练了。你在做的话呢，就会更加熟悉一些。包括在听的时候呢，有些什么问题没有听懂，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问老师这一步同学这个做的有什么问题吗？可以问的你的头可能有点小了同学如果头感觉有点小了，教你个办法它现在不是还没有完全干吗？你用手上下这个部位避开眼睛，千万不要捏这个眼睛，你眼睛一下子给它捏变形了就很丑你要把给这个脸的上下部分这样捏一捏，它可以变得稍微大一点它可以变稍微大一点这是一个就是说调整的一个办法你稍微小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不要小太多就好了好，然后同学们都没有问题的话呢，老师开始拼贴了我们开始往下走了好的明玉文同学好，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建议同学可以准时过来，这样可以学到更多。然后现在的话可以听一下然后呢，我们把小鹿进行一个粘贴首先看一下构图我们整个鹿在这个画面这张构图呢，你看它整个高度的话15厘米，对不对？15厘米
同学们把我们刚才做好这个粘土背景拿出来我们现在开始构一下图。它整个小路呢占到这个面积大概是在它的一半靠上左右啊。如果去掉我们这个耳朵的话，大概是一半，包括我们耳朵和鹿角的话呢，它大概占到它的一半以上这个高度啊。同学们一会儿摆放的时候呢，不要给它摆放太低了也不要给它放太高了因为它上面这个位置呢还要有个小岛有些小鸟之类的好，我们放学之后呢可以拿一下这个工具，比如说刀片压痕刀也行，我们比一下这个位置看一下它跟边线这个距离可以用这个工具轻轻压一下，压一个痕迹压一下这个痕迹。压完这个痕迹之后呢，我们把它给拿下来顺着刚才我们量好这个痕迹呈水平线这种形状就是你在切的时候你不要斜着切，你呈这个水平的这种角度从上往下给它压一下压一条就是说非常直的一条线条，然后呢我们再给它粘上去。粘上去之前呢，同学可以在底部给它涂一点点这个胶水同学刚才上作业点评课是吗？好的。今天下午的话呢有些课程是有作业点评课的，我们可以在底部呢涂一点点胶水它粘的时候呢，它高度刚才给同学们说了，然后它这个宽度的话呢，尽量身体往后因为它是脖子是往前的，对不对？它身体往后，然后脖子往前它整个鹿头的话呢，有点占我们中间靠右的这个部分身体的话呢，主要是在中间靠左这个部位同学们看一下，它这个头的话呢是要往前倾斜的好，底部的话呢，我们稍微按一下，给它按的稍微均匀一点好，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个小路也做完啦。然后的话呢，其他的部位都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话呢，我们开始就是说做它这个配景这个配景的话呢，我们可以拿一下刚才老师让你们预留出来这个粘土稍等一下老师喝一下水。刚才老师不是让你们预留出来了两块这个绿色的粘土吗？就这种深绿色跟我们背景色差不多这个粘土，我们现在可以做这个松树的使用了。像这种深色这个松树的话呢就不用单独调色了。然后做之前呢，同学们观察它这个颜色变化和它整体的造型比例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老师也给同学们总结一下。首先呢，它这个松树的话，它颜色层次变化是很丰富的。你看，如果我全部都用这一个颜色或者全部都用这种黄绿色，全部都用这种深绿色做这么一大块，同学们会觉得就是说很好看吗？会觉得这一块乌漆麻黑的，不知道是什么。如果全这种浅黄色的话，也会有点浅绿色，也会有点单调所以呢，同学们做这一块的话，颜色至少用3种一种稍微深一点的，像这种一种稍微浅一点的棕绿像这种，或再用到一种就是说最浅一点的黄绿色，用3种颜色给它们就是错落有致的排列开会比较好。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每一棵松树的造型。这个松树的话，它有点像三角形，对不对一层一层的，每个叶片的话都是尖尖的这个方法呢，我们在学第1节课那个猫咪尾巴的时候呢，同学们可能有点印象，也是用到这个方法那我们观察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制作同学们就2种绿色，先拿出哪一块都行另一块的话呢，还是给它扣起来每一棵松树的用料呢，根据大小来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松树的这个大小的话呢，也不是每一个全部都是一样大的它有一些呢可能稍微大一点，有些稍微小一点，所以我们取土的时候呢，也是根据我们这个大小来的正常的话呢，取一个1厘米左右，差不多就足够了用压泥板把它倾斜着戳戳成这种长长的水滴形，长度的话呢，大概是在3厘米左右。然后的话呢，我们从上往下轻轻压一下，注意你千万压的时候不要压太扁了，它现在的厚度大概是5毫米你压完之后呢，大概是在2到3毫米以上，你可千万不要压的特别的薄给同学们看一下，压完之后呢，大概有这么厚如果你压的特别薄，你在剪上面叶片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剪不了了，因为它太薄了，根本就没有厚度让你剪了
好，剪这个松树叶片的话，老师可以把这个镜头稍微调得近一点点。剪叶片的话，我们就拿这个小剪刀就好了啊。它这个叶片怎么剪呢？我可以拿出一片这个老师在课前已经剪好，给同学们示范一下啊。比如说这个，给同学们看一下。从它最上面这个尖尖开始剪，剪第一层啊。第一层的话，大概就是2-3毫米这个位置，哎，剪一下。就是第一层叶片了。第二层叶片呢，它跟第一层叶片比的话，长度也是一样的，但是第二层它会变宽一点，对不对？我们就第一层在中间剪的话呢，第二层就在左右两边剪啊，左右两边剪一下。好，那么第三层的话呢，还是在中间剪啊，中间剪一下之后呢，左右两边还是比较宽，然后左右两边再剪一下。然后呢，第四层的话呢，第四层也是在中间剪，只不过我们剪每个叶片的话，同学注意观察一下，剪每个叶片都是插缝的进行一个修剪的。比如说我第一片剪到正中间，第二层的话呢就不要剪到正中间，剪到两边。画框的话，同学买6寸左右大小就可以了啊。如果现在画框没到的话呢，同学用这个卡纸或者是硬纸壳代替一下也是 OK 的。同学们学这个基础课的时候。学那个花卉和多肉的话呢，也会有些印象。老师也是这样教你们。我们贴完第一层叶片之后呢，或者是多肉或者是花瓣之后，第二层一定要在前一层这个缝隙这个位置贴。剪这个松树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剪完第一层之后，第二层要找到上面这一层2片叶子中间这个接缝这个位置给它剪一片都要是这种插缝式的这样去修剪会好看一些啊。我们就要注意这个点就行了。其他的话呢，同学们就注意一下它这个长度，不要剪的就是说特别长，长度的话大概是2到3毫米我们就继续往下一层一层的剪剪这个其实是有点费时间的挺麻烦的，因为我们第一节课剪那个猫尾巴，其实就一个尾巴也剪了好几分钟，然后我们现在这节课呢也要剪好多松树，时间的话呢可能会稍微有点长不过呢因为它都是重复的部位我老师呢就教给你们每种颜色的话呢剪个1-2颗左右，差不多就足够了松树的话呢，我们一共大概需要5到8颗。数量的话，同学们可以稍微灵活一些比如说有些同学他不喜欢松树他喜欢枫树，或者是他喜欢杨树，当然也是可以的。你可以做几棵松树，然后再做几棵其他的一些树木的这个叶片放上去作为装饰也是 OK 的。好，老师剪完第一颗了剪完第一颗，然后我再剪第二颗。第二颗的话呢，比如说我第一颗剪的比较长的话呢，就是整体的构图一定要就是说有大有小。那么第二个我可以稍微剪短一些。做一个小一点的。第三个的话呢，我再做大一点的，这样一会儿我再构图的话呢，它整体就会错落有致一些。那如果小一点的话呢，取土的话可以稍微少取一些。比如说我第一个取的是1厘米的土，第二个的话刚才我就取了一个0.7、0.8，就稍微小一点就行了好，也是给它戳成个水滴形，然后轻轻压一下，注意厚度保证在2毫米。然后呢我就开始了复制粘贴的这个模式都是重复的，从第一层开始剪，然后呢慢慢的把它全部剪完同学呢也可以稍微加快下速度，因为图我们都是提前调好的，现在就是剪，一直剪就可以了上课的话同学们剪个3到5棵松树就行了。你要像老师一样把这一大片全部剪完，那你光剪松树你就要剪个40-50分钟，有点不太值得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知识点要讲，所以呢松树的话老师上课就每个颜色大小给同学们示范一下，然后呢同学在课下的话或者是答疑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时间，然后再做个1-2颗给它补上去基本上就可以了。方法的话都是一样的，我们主要是注意它松树的一个插缝的一个处理，就是每一层的这个叶片剪到上一层的这个接缝处好这2个颜色呢我用到是这种棕绿色，然后我再换一个颜色换一个这种深绿色，也是刚才老师让你们提前预留出来这个颜色。做一个大一点的取一个1.2、1.3的就每种大小的我们都要做。稍微大一点的呢，我们可以取个1.5、1.3
中等的取个1厘米土，小一点的取个0.6、0.7都是可以的啊，比较灵活。这一步的话呢，像我们今天知识点的话，主要是学习背景的这个配色以及主体物的一个制作。其他一些小细节的部位，比如说这些树叶呀，你们都可以自己创意的啊，不用跟老师一模一样。你们不喜欢这个植物，你们做别的植物也是可以的。好，也是一样的方法啊，做成水滴形，然后压扁，注意它这个厚度，给同学们看一下，大概是2毫米。你要是压的太薄了，压成1毫米左右的话呢，你可能就是说你在剪这个叶片有点不太好剪，因为它太薄了，你可能剪着剪着它就容易断掉，是不是就比较麻烦？所以呢，我们尽量稍微厚一点，保证在2毫米这个厚度是非常合适的啊。但是你要太厚了也不行，你要是厚度让它有一个4毫米或5毫米，就特别厚的那种，跟耳朵啊，跟它这个鹿角一样厚，你一会儿把这个那么厚的一个松树拼贴到背景上，它就会感觉有点奇怪，就会觉得这一块好厚呀，有点奇怪啊。毕竟它属于一个衬托性的一个植物，对不对？它是衬托我们这个小鹿的这个小鹿的话，它属于浅色，所以身边的搭配一些绿色的一些植物呀、花卉呀，它会有一个衬托它，会让它觉得更加鲜艳这种感觉啊。所以建议同学们不要做的太厚。好，松树这个松树做的还是蛮大的啊，长度感觉有一个3.5了。好，然后呢，老师再教你们做2颗稍微浅一点的绿吧。浅一点的绿的话呢，我感觉我这边我还没有开始拿土，同学们就知道我要调什么颜色了。我肯定是绿加黄了，绿加黄调这个浅黄色的这个树叶啊，调这个颜色的树叶，这个颜色的绿加黄比例的话呢，同学就1比1就可以了啊。用这个棕绿色加跟它一样的这个黄色，因为这个黄绿色的这个松树呢，我们需要大概2到3颗左右，所以呢，同学们就各拿出1厘米这个大小不用拿特别多。你调多的话呢，可能就是说有些用不到了，就不太好了。好，然后我们给它调和一下，它颜色的话呢就会变浅。老师现在呢，棕绿色做了2颗，深绿色做1颗，然后我们再黄绿色做2颗，上课的话做5颗松树就够了啊。然后其他的松树的话呢，或者其他创意的部分，同学也可以就是说等到下课自己添加一下，因为它都是一个重复的一个步骤啊。好，我调完这个颜色了，然后我做几颗小一点这个小松树。这个小松树的话呢，我可以先给它取出一个1厘米左右的这个粘土然后搓成一个小水滴，然后轻轻的压一下，注意它这个厚度，然后再来进行一个修剪。修剪的话就一层一层剪就好了啊，千万不要剪得太厚了。就有些同学这个叶片呀，像我批改这个猫咪的这个尾巴这个作业的时候，很多同学这个尾巴它剪得特别宽，它一根毛它剪个3、4毫米就好大一块就会感觉有一点点不太协调。所以同学们剪这个叶片也是一样的长度和宽度都是在2毫米左右，千万不要剪的就是说太厚了太大了，这样就显得不是很精致啊。好，然后我们做一颗黄绿色这个松树，然后再来做一颗小的文飞老师很想你文飞老师来了是吗？文飞老师下午的话也经常过来的。好，做一颗小的话呢，大概是用0.6、0.7左右因为它粘土比较少嘛，所以我们压完之后呢，它也会就是说比较短一些。好，然后呢，我们给它这一层轻轻的给它剪一下。剪一下。好，老师这个松树已经做完了我已经做了5颗了，相信同学们我这个操作了5遍，同学们应该都已经了解这个技法了
好，我再把这个屏幕调远。我们这一步的话呢，可以给小鹿上色啦。因为那个小鹿呢，距离现在制作完它已经20分钟了。我们给它上色的话是非常合适的啊。我给它稍微调远一点。松树的话呢，我先摆到旁边啊，稍微亮一下。一会儿的话呢，我们跟小鹿上完色之后呢，再给它进行一个拼贴。上色呢，我们需要一个辅助工具啊，同学们听好啊，这一步我们给它上色的时候，同学们拿色粉啊，没有色粉的拿眼影啊。色粉的话呢，我觉得你们应该都会有的啊。这个工具的话呢，是比较常用的。拿出色粉，拿出小刷子，还需要拿什么？拿点纸巾啊，因为我们在涂色的时候难免它会涂到别的地方，我们给它弄一点纸巾。稍等一下，老师也拿一下我的纸巾，被我塞到口袋里了，不知道被我揉成什么样子了。我要找一下它，然后轻轻的给它抚平它，不能让你们看到。哎呀，我把纸搞成这个样子拿1到2张左右啊，就这种抽纸这种纸巾，准备一下，不然的话呢，它会把这个背景弄脏。好，给同学们看一下我的色粉啊，老师用的就是非常普通这种玛丽的这种色粉啊，颜色的话呢，大概是24色，稍微丰富一点就行了。我们准备工具呢，我们刚才这个小鹿放上去的时候，我给同学们说了哈，我们只用沾一下它中间偏下这个位置，其他位置就不用沾啊。所以呢，我们就给它头拿起来，下面这个位置给它垫上色粉，不对，口误啊，给它垫上纸巾，左右两边呢也给它包一包，左右里面给它包一包，就给它上下左右给它包的稍微严实一点啊。包一包，下面先不用包吧，我们先把上面涂完再包啊。现在同学们需要一个工具，就是说小刷子拿一下小刷子或者是棉签都可以啊，都是一样的一个方法。稍等一下，老师拿一下我的这个工具。涂好再放上去行吗？涂好再放上去也是可以的啊，因为刚才呢，我是为了就是说方便裁剪一下它底面这个形状我就直接给它沾了一点点了已经沾了是吗？沾了也没关系，沾了的话呢，你就在左右两边各放一张纸巾就行了啊。沾了的话，你可以这个样子，左右两边给它放一张纸巾也是可以，或者是呢，你像这个其他同学说的这样你可以就是涂完再沾也行。你这样也可以的呀，这样也可以的。现在同学们取色粉的话呢，取这个颜色取一个就是说橘色，看到了吗？老师指的这个颜色橘色和棕色。因为玛丽的这个色粉呀，它是比较硬一点的，我们可以用刀片给它刮一刮把这个粉呢给它刮一点。美妞同学做了3个松树是吗？也是非常棒的因为老师的话呢做这个粘土做的时间比较久了，可能的话呢手速是比学生要稍微快一点的同学已经做完3个已经很棒了同学说这个松树有点像刺猬是吗？感觉同学就是说非常具有想象力。那么你以后做这种小刺猬的话呢，也是可以用到这种方法。好，我们用一个带毛的这种小刷子沾一点点这个橘色按住它这个边边给它刷一刷只刷这个边边就可以了不用刷它中间这个位置。把它往中间过渡一下它有些颜色呢是比较鲜艳的，比如说它耳朵还有嘴巴这个颜色是比较鲜艳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丙烯颜料。所以同学们现在我们只是大概的给它涂一个底色像这个我们已经涂完它右边这个边边之后呢，可以再涂一下它左边右边这个边涂完了对不对？涂一下它左边。这个色粉的话呢是有点不太好涂均匀，其实色粉最好呢是等我们稍微等它完全干掉之后再涂但是上课的话呢就没有办法等它完全干掉，所以呢我们只能说等个半个小时或者是20分钟左右就开始给它涂了
同学们涂的时候呢，涂颜色浅一点，不要涂太重了。给它左右两边呢涂上一点点橘色这个色粉。丙烯颜料涂的话呢，丙烯颜料我们只是用来加重一下细节，比如说耳朵和它的鼻子这个细节啊。丙烯颜料如果用来代替色粉涂它整个这个身体的话呢，其实有点不太合适的啊。边边的话呢，尽量给它涂的稍微统一一点，就是如果它是一个深度的话呢，全部都用这个深浅程度就可以了啊，不要涂的哪一块就是说稍微深一点，哪一块稍微浅一点。好，然后身体涂完之后呢，它这个鹿角是可以比较灵活的哈。它这个鹿角的话呢，我们就给它全部放到这个纸巾上。涂的话呢，可以先用这个橘色给它从上到下给它覆盖一遍。然后最上面这个位置呢，给它做一点渐变啊，最上面这个位置做一点渐变。最上面这个位置可以用这个棕色的色粉啊，棕色的给它稍微过渡的深一点点。也可以在耳朵上面这个尖尖，也可以给它过渡深一点。好，老师这个色粉的话呢，涂的差不多了啊，涂差不多了，不用涂这么深啊，稍微涂浅一点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我把纸巾抽出来，抽纸巾的话呢，尽量可以就是说，小心一点啊，小心点，轻轻的把纸巾抽出来，把鹿角抬起来，头也抬起来。把我们纸巾拿出来，好了，这个小鹿的话呢就已经完成了啊。然后呢，最后的话呢，丙烯的话，老师不建议这一步就用丙烯，因为我们一会儿树叶呀，包括花卉呀，还有一些这些小蘑菇呀，都需要用到丙烯的。等到时候我们一起给它涂啊。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拼贴一下这个松树了。同学松树的话，基本上都做到3到5颗左右，我们可以稍微拼贴一下，给同学们讲一下我们在拼贴这个松树的时候一些注意的一个事项啊。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这个松树的话呢，它在构图的时候，它是颜色比较深一些的松树会放到后面。放到它这个后面，浅一点松树呢放到前面，也是跟老师刚才之前讲的，就是深色的东西呢，它会给人感觉是往后退的，在空间感上；浅色的呢，会给人感觉是往前走的。所以呢，我们一会儿在拼贴的时候呢，深色可以往后退啊，往后贴一下。然后大一点这个松树呢，也是往后贴；小一点松树呢，给它往前贴。看，比如说这棵松树就是比较长的那种，而且比较大的那种。我们就可以给它往后啊，这一步的话可以粘贴了啊，粘贴。我们给它底部呢涂一点点这个白胶粘贴到它这个边边这个位置，下面呢可以留一点点距离啊。下面留一点点距离呢，是为了我们最前面也可以加一些小松树，给它留一点距离。看，比如说这个深色呢，我们给它放到后面之后，前面可以加一颗这种浅一点的。还有几颗比较深一点颜色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这个松树老师已经提前做好了一些，同学们就可以看一下老师怎么样摆放，然后等到课下你们再加一些松树，然后给它摆放一下就可以了啊。就注意2个点，一个呢就是深色的松树放到后面，浅色放前面，然后大的松树呢放后面，小的放前面，就是在大小和这个大小和它颜色上给它区分一下就可以。贴一下。这几颗呢是老师课前做好的给同学们拼贴一下同学们如果就松树没有那么多的话，也可以就是说先拼贴几个深色，浅色的话呢可以先不贴像这种浅色呢可以留到最后，你把深色的给它多加几片之后呢再贴也是行的这个松树的话呢，你看老师已经用这个金色丙烯点缀了一下它这个尖尖，它会显得更加具有装饰性，更加富丽堂皇一些。我现在一直在贴深色，给同学们看一下，我一直在贴深色，我没有贴浅色，因为浅色呢它要等到深色全部贴完之后呢再贴给同学们讲一下这个顺序，给你们讲好，不然你们贴的时候乱贴，
它可能深色浅色全部混为一谈，最后贴出来就没什么立体感，也没什么层次啊。好，接着看深色的话呢，大概贴的3-5片左右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开始贴中等颜色的啊，这种颜色就是中等颜色，不是特别深，也不是特别浅的，我们可以给它贴到中间，也可以贴到上边啊。最前面这个位置呢留着，最前面这个位置呢给浅色这个叶片。如果同学不太确定这个浅色这个松树有多少的话呢，或者是还想再加几片之后，你也可以不贴啊，你等到最后做完了一起贴也行。好，最前面是贴这种浅色的叶片啊。贴的时候呢，可以叠压，就是上一层的叶片可以盖住下一层的这个叶片上。边缘的话也可以处理一下啊。我们在粘贴的时候，如果觉得它边边不是很好粘，也可以处理一下。好，这个叶片的话，老师就贴到这里啊。然后我们来做其他这些景物。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有些呢是没有刷金色丙烯的，有些是刷了的。很明显啊，刷了金色丙烯之后呢，它这个松树会显得更加精致，更富有装饰性效果。同学们，我们之前攒的这个颜色你们用完了没有？就是刚才就是老师让你们调背景的时候多出来这些颜色，不知道你用完了没有？老师这边的是没有用完啊，就可以直接用。如果你们这些颜色都用完了的话呢，可以再调一下，就用蓝加绿稍微调一下啊。我们开始做一下它右边这个藤蔓类的植物。右边这个藤蔓类植物怎么样做呢？它用到颜色跟这个松树颜色差不多，也是有这种黄绿色、棕绿色以及蓝绿色。有3种不同深浅这种绿色，至少有3种啊，你也可以多一点。它这个形状怎么样塑造呢？同学们可以先取出一块这个绿色手头上这个绿色，棕绿色、浅绿色、深绿色都行，不一定非要用深绿啊，因为我不确定你们每个人的这个深绿色还有没有。没有的话，你们取一块这个棕绿色反正它什么颜色都需要的嘛，所以同学们拿哪种绿色都可以的啊。好，取出大概0.5厘米的这个圆球，然后呢把这个板子倾斜的这样去搓，戳到最上面呢是一个尖啊，长度的话呢也是比较灵活的。你看这个自然界生长这个植物的话，它大小比例颜色都是多姿多彩的，对不对？不同形态的。如果全部长一个样的话，会显比较呆板。所以我们长度的话呢正常是保证在5到10厘米之间，稍微长一点短一点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植物的话是有大有小的，同学们搓的时候呢，像这个0.5，它搓的时候一般可以搓到6到7厘米，属于一个中等大小。然后我们现在呢给它弯成 S 型啊，这个 S 型有点像我们这个鹿角这种形状最上面这个尖尖的像蜗牛一样，给它卷到一半这个位置，然后呢再往左边卷再往右边卷往左边往右边给它弯弯成这种形状。弯成这种形状之后呢，我们稍微给它定一下形，然后用板子给它压一下，但不要给它压太扁了，压太扁了它这个形状就没有了。好，压了之后呢也可以粘贴，也可以不用粘贴啊。粘贴的意思呢，就是说同学已经确定了，我这个就放到这个位置可以粘贴啊。老师觉得先不用粘贴，我们先给它摆放好它这个位置。我觉得构图已经没有什么要修改的话呢，我再给它底部粘一点点白胶。好，我们做完第一片之后呢，然后再做第二片。第二片这个绿色呢，同学们可以用这个黄绿色、棕绿色都可以啊，反正3种颜色绿色都要用的。第二片的话呢，可以稍微做小一点，然后同学们取这个0.3厘米的这个浅绿色粘土。我调大一下镜头吧，让同学们做这个小的这个叶片，让同学们看得稍微清楚一点点。好，0.3厘米也是斜着搓成这种细长条。这种呢是属于那种藤蔓类，像那种藤蔓类中一条一条这种植物啊。好，然后呢上面这个尖尖的话，你可以往左边弯，往右边弯都是可以的啊。比如说刚才我是朝左边弯，然后这个我朝右边弯给它卷像蜗牛一样。卷到一半这个位置卷到它这个圆圈的一半的这个位置，然后呢往下我就开始继续像 S 型这样往左边弯，往右边弯，往左边弯，往右边弯弯完之后呢，我再给它轻轻的压一下。你不压是不可以的，你不压的话呢，它粘土它是会回弹的，它一会儿就不卷了。你要稍微给它压一下
压下之后呢，我们找到它合适的一个位置，给它放一下啊。现在这2根的话呢，都是属于比较长的那种长度，对不对？这2根都是比较长的，它缺少一些像这种稍微短一点这种植物。它长度的话，同学们最好就是说要比这个路稍微短一点。比如说这个植物你长到那么高，就是有点构图上会有点不太协调，会稍微短一点会好一些啊。同学们，这个大小的话和构图的话稍微注意一下，不要超过我们鹿头的这个长度啊。好，然后呢，我们再随机取出一个绿色啊。这个绿色的话呢，取一个棕绿色也可以，深绿色也可以。做一些稍微短一点的植物，稍微短一点的话呢，粘土的这个用量稍微少取一点，也是取个0.3左右啊。搓的时候呢，尽量搓短一点，就不要搓那么长了，搓到4到5厘米就可以了啊。好，搓到4到5厘米之后，还是一样的方法，上面这个位置卷卷，然后呢再给它左右两边不停的这样弯弯完之后呢再压一下。底部呢可以轻轻的修剪一下，不然的话呢它跟我们这个底部有点不太贴合老师呢就做了3根左右了这一步的话想问一下同学们听明白了吗？这个藤蔓类植物的做法大家学会了吗？听懂了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就过做下一个。听懂同学或者是学会同学可以扣个1没有什么问题了，咱们就过这个部位咱们就过。这个藤蔓类植物，老师上课的话给同学们演示了3种颜色，就是说不同大小这个方法，只是注意一下比例就可以了。你想做长一点的话呢，你就多取一点；你想做短一点，你就少取一点。但颜色一定要区分开，千万不要用一个颜色好，没有问题了，我们就过不过这个藤蔓类3颗的话，确实稍微有一点点少老师这个案例上用到了5颗5颗，同学们课下来加2颗就可以了因为都是重复的。好，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下另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做一下这个小岛，还有这个小鸟，我们这节课内容就可以结束了还有一个小花，对不对对，还有一朵小花。我们做一下这个小岛吧，因为小岛它也是绿色的用到颜色也是一样的。这个小岛的话呢，我建议同学们不要做跟老师一样，老师呢就是做一个岛，上面放几棵树，就是个非常就非常简约的一个设计同学们呢也可以做成别的，比如说我之前看有些同学做这个岛的话，他很有创意，他就只做了一只鸟，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岛上放了一个鸟窝，这个鸟呢好像就飞到了鸟窝里面去。要么呢，你们可以在这个房子上设计个像天空之城一样的城堡，你们可以做一个小房子也是可以的小城堡也是可以的同学们可以发挥这个自己的创意。所以呢，这个创意的部分老师就不用做了因为这个树的话很简单，就是个水滴形，我就把它下面这个底座教同学做一下，上面这个形状和内容的话，同学们自己发挥一下创意，好吧？它下面这个底座的话呢，这个小岛这个底座的话呢，是一个书本的一个形状同学们取出一块绿色，这个绿色的话呢，稍微深一点就行了不要特别浅。如果没有深绿的话呢，建议同学调和一下，用1比1棕绿色也可以的，这种绿色也可以的，只要你不用这个黄绿色用其他绿色都行太浅了的话呢，因为我们上半部分都是这种浅绿，你上半部分还来一块浅绿的话呢，它就不明显，所以你至少要比这个颜色要深一点绿色同学们拿出一块大概是1.5厘米，然后呢给它戳成一个长条长度的话呢，给同学们看一下，大概是在3.5厘米到4厘米之间这个长度是比较合适的。然后我们再压，这个书本制作非常简单，给它压完之后呢，看一下它这个厚度是在2毫米左右同学们看一下自己这个厚度是否合适，2毫米。然后呢，我们用这个刀片左右两边裁剪一下左右两边这个边边呢稍微整齐一点，现在有点太不整齐了，对吧？太不整齐了。宽度的话呢，也是有一点不太齐的。宽度的话，上下两边就是说尽量用这种水平线，宽度大概是在1厘米左右长度3.5，宽度1厘米，给它裁剪整齐之后呢，给它弯成这种波浪状形状，像书本一样形状。一般书本的话，打开的书本它这个位置是肯定是往里面窝的，对不对？然后这两边呢，要么是往上翘，要么往下翘这个都是无所谓的同学们往上翘也行，往下翘也行。好，这样就是从侧面看像一本书本的形状。然后呢，老师就不用粘贴了因为同学们这个创意的部分还没有制作
所以呢就不粘贴了，就放到这里啊。上面这个位置，同学们想做像老师这样的树叶也可以，你们想做水果也可以，可以给上面做一些水果，或者做小房子呀，做一个小岛啊，做个小城堡啊，做个鸟窝呀，啊，或者做一朵云，你们做什么都可以啊，这个就自己发挥，好吧？然后呢，我们还剩下哪2个部位没做呢？还剩下一个鸟啊，一朵花没做啊，也都是非常简单的，我教同学们做一下。首先，花朵的颜色呢，给同学们增加一些这个其他一些颜色。老师的案例上用到的是橘色的花朵和这个这个叫什么颜色啊？这个叫肉色的花朵啊，因为这2个颜色呢，我觉得跟整体搭配会比较协调一些。但同学们制作的话，可以做别的颜色啊，比如说你用一个浅粉色的花朵啊，或者是一个浅紫色的花朵配一个黄色花朵，或者是一个橘色花朵配一个粉色花朵，都是可以的啊。同学们这个花朵的部位呢，可以自己创意，颜色不用的跟老师一模一样啊，但是方法的话呢，可以跟老师一样啊。首先我们来做一下花心。花心的部位的话呢，一般花蕊都是黄色的啊，同学们就取这个黄色粘土就可以了。现在开始做花了哦，同学们做花了啊，其他的部位我们先不用管了啊，先开始做花卉了。这个花卉的话，它不属于写实类的花卉，像写实类的花卉呢，我们上初阶段课程的话呢，就已经学过了啊。我们现在这个花卉呢，属于装饰性的花卉，偏卡通、偏插画风这个花卉啊，它主要以装饰为主。这个花蕊的话呢，同学们取出1厘米左右的这个黄色粘土。戳成一个细长条，1厘米左右，大概给它搓3厘米左右，3、4厘米这个细长条就可以了。然后给它压扁，压扁处可以使劲一点点压啊，压出1毫米左右这个厚度，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侧面1毫米，然后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呢，稍等一下，我把这个镜头稍微调近一点。我们要用剪刀剪出这种一丝一丝这种感觉。这个花蕊的这个一丝一丝的感觉呢，它的粗细程度根据整个花来的。你如果要做这种小小的花，你这个花蕊可以剪细一点啊。如果你要做像这种样大一点的花，你这个花蕊呢可以剪的稍微宽一点啊。这个就看同学们想做这个大小了。好，找到它其中一边，拿剪刀给它剪出这种细条这个边边不整齐，直接给它剪掉啊，不要了。剪这个细条老师这个呢就剪一个中等大小吧。我这个每一个这个花蕊的宽度的话呢是在1毫米左右。剪的时候不要剪断，剪到距离它根部还有1、2毫米这个位置就停啊。然后我们就这样剪就行了。剪多长呢？给同学们说一下。一般我们这个花蕊的话，它直径是在1到1.5左右。那么同学们剪到2、3厘米这个长就可以了。现在老师已经剪了2厘米了啊，我再剪个1厘米左右就够了啊。就是你花蕊的大小跟它的长度是有关系的。你想做大一点的话，你就多剪一点；你想做小的话呢，你就少剪一点。剪完了最后呢，把这个边给它裁剪整齐。这就是花蕊了。我们怎么样给它变成个圆圈呢？这一步非常简单啊，同学们看好。我们找到它其中一头，下半部位给它捏到一起，然后这样卷的时候上半部位上半部分不要管它，千万不要动它，我们只卷它下半部分就可以了。因为它上半部分要呈现出一种蓬松的感觉。好，卷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用手给它摸一摸，给它往外摸一摸，它就会有这种蓬松的这种感觉，对不对？已经出来了。好，这个花蕊呢，我们做完之后呢，就先暂时不用管它，我们可以调一下这个花瓣的这个颜色。花瓣的话，我不知道同学们喜欢什么颜色这一步的话呢，同学们就自己创意，好吧？你们喜欢什么颜色都行你们用什么颜色都是可以的啊。老师呢就做一朵橘色吧，给同学们做一朵橘色的这个花。因为呢，我们这个案例上已经有这个肉色了，有这个粉色了，我们做一朵别的颜色。同学们想用什么颜色都可以这个颜色随意取土量的话呢，整体这个整个花瓣取土量大概是在2.5厘米左右因为我们一般是做2层这个花瓣大概这么大。好，然后呢，把这个2厘米这个土呢稍微揉一下。花瓣的话就一半一半做就可以了，每一半的这个大小呢是0.5到0.6左右。好，我老师就先取一个0.5吧。
啊，先取了一个0.5。0.5这个大小啊，先是给它团成圆球，然后斜着搓，把板子倾斜过来，斜着搓，给它搓成一个小水滴啊，搓成小水滴，然后呢再给它压一下啊。方法的话有点像我们那个学那个初阶课，像那个做那个不是向日葵，是郁金香花瓣那种感觉，是不是有点像啊？也是水滴形，左右两边擀一下。然后呢，方法的话也是有点像，因为花瓣的话呢，它如果形状差不多，方法的话也是有点接近的啊。它边缘的话也是有那种皱褶那种感觉的啊。如果同学有这个花艺白棒的话，用花艺白棒也可以啊，或者用棒针也可以，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做这种写实的花卉嘛，做这种装饰性的花卉，我们这个波浪就用棒针就好了啊，比较简单快捷啊。给它边边压个两三个这个纹理，好，我们就可以进行粘贴了啊。粘贴的话呢，下半部分可以涂白乳胶。如果你的粘土暂时感觉还是挺粘的话呢，你也可以不用涂啊。好，把这个花蕊呢放到中间啊，这个花瓣的包裹住它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现在贴完第一半了，对不对？贴完第一半，然后呢再贴第二半。第二半的方法的话呢，它跟第一半也是一样的啊，同学们可以稍微加快一下自己的速度，因为都是重复的一个部位啊，也是搓成一个水滴。水滴的长度的话呢，一般是在2厘米左右就可以了啊。然后压一下，压完之后厚度是在1毫米啊，都是一样的，花瓣都是一样的制作方法，都差不多，因为它们形状长得都很像。然后呢，边缘的话呢，要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纹理啊，用棒针给它压一下，你看压成这个形状了啊，就 OK 了。好，然后底部的话呢，给它涂一点白胶啊，涂一点白胶。第二个花瓣呢，跟前面这个花瓣啊长到它对面啊，它在这边，它又在另外一边啊，长到对面去啊，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呢，再做第3、第4，然后给它贴到一起，这个花就可以了啊。花卉的话呢，像感觉同学们都不会很陌生吧？因为同学们在这个初阶都已经学过各种各样的花卉方法了啊。做这种小花，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对不对？轻轻松松。颜色的话呢，包括它这个造型，同学们也可以加自己的创意。比如说老师做这个有点像这个露莲的那种感觉，这种花卉啊，同学应该学过这个玫瑰呀，或者是雏菊啊，或者是波斯菊啊，同学在这边加玫瑰的话，加那个波斯菊的话也是可以的啊。同学想做其他这个花卉也是 OK 的，包括你想做这种仿真花卉的话也是行的啊。像我之前批改到一个作业它是教这个母鸡，它用了一个就是那个玫瑰是用树脂土做的，就那种仿真花卉，我感觉效果也是很不错的啊。同学们这个花卉的话呢，可以自己创意。然后另外一个花瓣呢，就贴到刚才我们这个花瓣的这个它这个接缝处就可以了，左右两边这个接缝处就可以了。好，第四瓣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方法。好，我们呢就做第一层花瓣就行了。第二层花瓣的方法呢也都是一模一样的像这个花瓣的话不一定非要做2层，你可以做单层的，你也可以做双层的这个看同学们自己的这个喜好不用全部都做一个样方法的话就这个方法，我们就简简单单把花蕊剪一下，然后呢花瓣塑造一下就行了好，另一片的话呢贴到刚才第3片的对面，贴到这里贴完之后呢，边边呢可以给它往外翻一翻让它有这种盛开的这种感觉，因为它是花蕊完全暴露出来，这种不是那种含苞待放这种感觉。然后根部的话呢，肯定是比较长了的一剪完之后呢，你再给它进行一个粘贴这都是非常合适的这个花卉的话呢相信同学们就已经就是说比较了解了，因为方法的话呢就是比较接近的。好，老师再调整一下这个构图把我们这个镜头拉远一些。太远了，感觉有点太远了，这么远就可以。好，我们这个花卉做完了之后呢，现在还差这个小鸟没有做，对不对？老师教你们做一下小鸟小鸟的话，其实老师是有自己想法的老师觉得这个鸟的话呢，不一定非要像现实中的鸟一样我是用到了树脂粘土，因为我在材料清单给同学们写了，让我们同学们准备树脂粘土，不知道你们准备了没有？
我觉得你们初阶课让你们买了2包树脂粘土，你们肯定是用不完的，肯定有剩下的部分。建议同学拿一点树脂粘土，然后我们做一下这个鸟啊。我觉得整体的颜色的话呢，这个作品的话呢，还是非常清新的。如果我们加一些半透明这种材质，它可能看起来会就是说意境会好一些。所以老师这个鸟呢，其实是可以用超轻粘土制作的。我没有选择用超轻啊，我用了这个树脂粘土制作，希望它的质感的话呢会丰富一些，也会更有光泽感啊。这就是树脂粘土做出来的鸟，你看它这个质感的话会好一些。同学们大概拿出1厘米左右的1.5吧，拿1.5左右的这个树脂粘土。然后呢，再给它加蓝色粘土，因为它整体要调这种浅蓝色，你蓝色不能加太多，你就拿个2厘米的这个蓝色2毫米这个蓝色，给它们调出这种浅蓝色做这个冰鸟。我给它起名叫冰鸟，因为它颜色又蓝，然后又透明，就非常这个颜色非常的鲜。好，你想深一点的话呢，也可以多加一些蓝；想浅一点的话呢，就给它少加一些这个蓝色啊。好，老师这个颜色调完了，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下这个鸟啊。我再放大一下这个镜头。为了让同学们稍微看清一点呢，我就提前做好一个鸟放这儿，让同学们就是说稍微看清一点，因为我一放大镜头，你们上面这个鸟就看不到了。这个鸟的话，我们做任何物体之前，有没有发现老师就习惯性带领同学们观察就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小鹿，先观察它什么形状，耳朵什么形状；做树的话也是先观察都是先观察，因为我们做什么东西和画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你要做到心中有数，就是你在画之前，你的脑子里面就已经想好了你要做成什么样子，或者是你要做这个东西它有什么特征我要达到什么效果，你都已经想出来了。所以我让你们观察，做这个鸟也是一样的它是什么样特征呢？它这个鸟它身体的话呢也是中间鼓鼓的，两边尖尖的，尾巴的话有点长，像喜鹊那种造型。翅膀的话呢非常漂亮，像那种弧线型特别的优美。好，观察完了，那么一会儿做身体的话呢，谁要是把身体做的贼瘦，或者两边不尖的话呢，我就觉得你们就是说听讲的话呢就没有观察超轻粘土做好涂亮油含泪同学非常的有想法这位同学每次就是说问老师就是提的一些意见和想法的话，老师觉得特别的让人惊喜，就非常有想法超轻粘土做好之后涂亮油当然可以当然可以给同学们看一下我有超轻粘土做好涂亮油的这种效果。给同学们看一只狗吧，看到这只狗了吗？我是超轻粘土做的涂亮油，它的耳朵是树脂粘土做的涂亮油，是不是都有这种布灵布灵的感觉呀？都有这种布灵布灵的感觉，但是还稍微有一点区别，就是树脂土做完之后它是半透明布灵，这个是不透明布灵这两种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同学们的话呢，想用哪种都可以。比如说你做这个鸟用超轻粘土当然可以你做完之后给它涂上亮油，它也会有这种布灵布灵的效果都是很棒的。好，然后我们开始做鸟身体了鸟身体的话呢我这个土是不是取的有点少是鸟身体的话，我们已经调好了1.5厘米的这个蓝色树脂土，对不对身体的话呢，我们取0.7刚才老师取的是0.5，稍微有点少，我感觉取个0.7左右吧。取个0.7左右呢，然后呢我用手指搓吧，因为这个板子搓的话呢感觉有一点点搓这种小东西它不太方便。好，给它搓成一个圆柱形，长度的话呢是在1厘米左右，因为这个鸟它整体就没多大，身体的话顶多就1.5吧。然后我用手呢左右两边给它捏尖左右两边给它捏尖有些地方可能捏的不是很尖捏的不是很尖，因为手的话它有些地方确实不太容易捏尖。捏不尖的话告诉同学们一个技巧可能同学们之前看我的课也知道，我喜欢在它的背面斜着给它剪一刀，然后呢再捏，它就会变得贼尖。它现在呢有点像这种梭子形，对吧？中间宽宽，两边窄。但是你们觉得这个梭子形像一只鸟吗？它一点都不像一只鸟很呆板，对不对？它这个鸟，你看它这个背是拱进去的注意观察它这个背
拱进去，看到没有？弯进去，肚子的话是凸起来的。鸟它肯定是这个位置要有肚子，要有这个胸啊，这种结构要储存食物的啊，所以呢，它头呢是往下勾，这有嘴，尾巴是往上翘，所以我们要给它变形。怎么样变形呢？先把它的最大体块给变形，比如说我们找到它身体的上半部位这个位置，用手指往下给它凹啊，让它背往下拱。它背往下拱了，肚子自然就撅起来了，对吧？啊，肚子自然就撅起来了。然后头呢，我们给它捏尖之后，给它往下掰，这个鸟嘴就往下了，对不对？然后尾巴呢，给它往上翘，啊，就两边给它捏尖，然后它这个腰往下啊，给它按一按。然后它现在这个形状呢，就像什么？就有一点点像鸟了吧，对不对？我们把它的翅膀一夹，身体的话再塑造一下。好了，尾巴呢要稍微长一点，所以我们把这个尾巴这个位置再捏长一点。好。啊，做到这一步了，你已经成功一大半了。这是我们这个鸟的重难点。好，尾巴的话呢，有点像喜鹊这种尾巴，挺长，挺好看的。然后呢，这个尾巴的话呢，同学们取0.3厘米的这个树脂粘土啊，就我们刚才调好这个颜色。鸟的话，颜色的话呢，就是说也可以用别的颜色，你用粉色的这个鸟也是 OK 的，黄色鸟也 OK 的。这个压泥板搓这种小东西不是很好搓，我用手搓吧，搓成一个长长的水滴，超级简单啊，就搓一个长水滴啊，1厘米左右一压。压完之后呢，一般鸟的尾巴上它都会有这种一根根的羽毛，对不对？我们可以给它塑造一下纹理啊，就在它尾巴上用这个压痕刀啊也行，刀片也行。老师呢习惯性用刀片，我觉得用起来蛮方便的。给它压几个这个纹路啊，压几个纹路之后呢，它现在变得就是说左右两边有一点不太整齐，有点就是太圆润了啊，可以用剪刀给它修剪一下。然后呢，最后面这个边也可以修剪一下，给它修剪整齐一些。然后呢，我粘贴一下啊，稍等一下，我给这个尾巴根部蘸一点胶水，因为我胶水的话，我已经在旁边挤好了一点点啊，就粘起来会比较方便。好，这就是尾巴了。还差一个什么结构呢？差一个翅膀，对吧？这个翅膀的话呢，也是个水滴，只不过是个比较胖的水滴。好，我们再拿出这个树脂粘土啊，注意树脂粘土很容易干。你看我才暴露在空气中才1分钟不到吧，1分多钟它就有点干了。同学们最好给它放到盒子里啊。同学们还是取出一个0.4左右吧，比0.5稍微再小一点啊，0.4左右这个树脂土啊，给它搓成一个小水滴。但这个水滴呢可以稍微胖一点点啊，宽一点点，上面呢可以稍微尖一些，中间宽一些啊。然后呢我们给它凹一下造型。这个水滴的话它现在太僵硬了，不太像翅膀，怎么办呢？我们给它往上弯，给它往上弯，看到没有？弯成这个形状，然后再压，它就变成翅膀了。然后呢，翅膀这个边边的话，它是会有这种羽毛这种感觉啊。我们呢就拿这个剪刀给它剪一剪啊，拿剪刀，这个边边啊不要剪太长啊，大概剪一个2毫米左右，这个边给它剪一边就好了啊。最上面这个毛呢不是很尖的话，可以在背后给它剪一下啊。看到了吗？这就是翅膀一个制作方法。稍等一下，老师给它补一点胶水啊。我们实际上只需要0.5厘米这个长度，它现在这个长度的话可能是有点长了，我们可以给它剪掉啊，给它留0.5就行了。然后根部的话呢涂一点胶水，找到我们这个鸟，然后贴到我们这个鸟身体的正中间，这个位置的话呢也是比较好掌握的，正中间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这个鸟就已经做完了啊。现在呢就是等它稍微干一点之后，我们拿丙烯啊给它涂一下颜色。还有一个细节叫小蘑菇。这个小蘑菇其实挺简单的，但我不确定你们会不会做，我做一个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蘑菇的话呢，这个蘑菇的作用啊，不知道同学们在我讲那个冷暖对比的时候有没有印象？就一幅画面当中，你全部都用冷色，它会不太好看的，最好有一点点暖色。就比如我们第1节课那个猫，全部都是那种冷色的叶片，对不对？如果我把前面那些黄色的小花呀、红色浆果去掉，它整个画面就会显得很单调如果我把这些红色的这个小蘑菇给它盖住，看这一片是不是感觉很单调，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红色小蘑菇是为了给整体加一些稍微暖一点颜色，让它冷暖对比呢更加鲜艳一些这个蘑菇的话呢，它看起来是红色，是因为我给它涂了红丙烯实际上我是用这个橘色去做的
啊，同学们就拿出这个橘色粘土就行了。啊，红色粘土也行。这个蘑菇的颜色的话呢，也可以灵活的一个使用啊，不一定非要跟老师一模一样，你们可以有一些创意。这个蘑菇怎么样做呢？我再给你们放大镜头啊，刚才是为了让你们看它整体效果，所以给它调远了。现在呢，给它放大。这个蘑菇啊，很简单啊。首先取一个0.5厘米的这个小圆球，啊，涂完圆之后呢，啊，再看好啊，看好，斜着这样搓，斜着这样搓，搓完之后呢，变成一个胖胖的水滴，对吧？好，我们拿起来，啊，用棒针啊，用棒针工具，棒针工具不是有个尖尖这一头嘛，给它怼进去，啊，左右两边晃啊晃啊晃啊晃，晃完之后呢，你再拿起来。它就是个蘑菇了，这个蘑菇是不是贼简单？蘑菇一般它会有个蘑菇那个杆儿，对吧？跟蘑菇颜色差不多。就是你用黄色粘土种蘑菇的话呢，你就用黄色给它搓个杆儿；你用红色做的话呢，你就红色给它搓个杆儿。杆儿的话呢，这个就不知道该怎么讲了，太简单了，就随便拿1-2厘米这个粘土搓一个细条就行了呗。好，然后呢，我们就往中间一怼就好了。这个蘑菇就好了，但蘑菇的话，为什么老是这个蘑菇就看起来好像颜色更丰富、更精致一点啊？因为我是用这个橘色制作完之后，上面涂了一点点这个红色渐变，让它的最上面变得红一点，然后往下呢越来越浅，然后最后呢给它涂一点亮油啊。这个蘑菇我是涂亮油的，你们看这个反光就能看出来啊。好。我给同学们示范一下这个丙烯，一会儿呢，我们做完之后，丙烯要涂一些哪些地方，就可以了啊。丙烯的话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颜色啊，我们就用一下这个金银色加白色就可以了啊。我还是稍微调远一下镜头吧，让同学们看清晰一些。好，这样应该能看到整个画面了吧？做完的小鸟呢，我们就放到上面啊。小鸟上的羽毛呢，也是用这个白色的这个丙烯给它制作的啊。最后全部制作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它这些树叶上涂一些白色高光啊。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拿笔啊，蘸一点这个白色丙烯啊，在它这个叶片上呢，涂一些这种白色的小点点。不一定全部要涂点啊，有些植物呢，它是有这种条纹的这种形状的，可以涂条纹啊。包括这个小鹿的这个眼睛里面呢，可以涂高光啊，涂高光。其他植物呢，可以涂圆点啊，涂条纹都是 OK 的。这一步的话，同学们就是不用就是说完全跟着做，我只是给你们示范一下啊。你们可以就是慢慢的给它涂颜色，你涂慢一点的话会精致一点啊，不用完全跟着我这个节奏，因为的话呢，基本上都一样的。蘑菇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给它加一些白色的这个高光啊，你也可以涂完红色颜料之后呢，再给它加，你也可以不涂直接加，做这种纯色的蘑菇也是可以的。只不过蘑菇上面我们给它点一点花纹之后呢，它会显得比较好看。一般蘑菇我们放哪个位置呢？可以放这个岛上，也可以放这个树叶里。这样的话呢，它会显得就明显一些，也可以放到下边这些缝隙当中，就是你可以就是说根据你构图的需求给它添加一下。然后金银丙烯的话呢，怎么用啊？方法也是一样的，就是金色银色丙烯的话呢，我们主要是涂这个松树上啊。这个松树的话不涂颜色就会显得有点单调。我们给这松树上涂的时候，千万不要把整个叶片给它涂上去了，我们就涂这个尖尖的位置啊。我强调一下，涂尖尖。给它这个尖尖涂一点点。你看像这个松树也是没有涂颜色的啊，我给它涂一下，同学们可以看一下效果，它会比没涂之前的要显得精致一些，显得更加华丽一些，更有这个装饰性效果，也会更梦幻一些。我先涂了一半左右，让同学们看一下啊，你看涂完之后它整体效果就好很多。还有一些部位要涂啊，还有哪个部位呢？就是我们这个松树要涂一点点高光，藤蔓类植物要涂蘑菇要给它点一些花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小鹿的这个鹿角。稍等一下，我拿一下这个橘色丙烯。同学可以用这个橘色用红色的话可能会有点深啊，用这个橘色，稍微深一点橘色。
给这个耳朵呢，上面耳朵不要整个全部涂啊，给它涂一下耳朵上面这个部位，然后慢慢的让它往下过渡一下，往下过渡一下。如果你觉得过渡不太自然了，也可以再用一点色粉，你用棉签蘸一点色粉，然后给它涂一涂也是 OK 的啊。还包括它这个鼻子、这个鼻尖这个部位啊，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丙烯给它涂一些颜色。好啦，我们这节课内容呢，基本上已经学完了啊。到这一步的话呢，同学们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问啊。我们到答疑环节了。我把音乐给同学们放一下啊，稍等一下。用色粉的话呢，这个画面效果就已经挺好的啊。用色粉的话呢，你可以用色粉把它的身体刷一些渐变，然后最上面这个位置呢，可以用深一点的颜色刷一下就可以了。丙烯不用也行啊，不用也行。不过建议你还是买一点丙烯吧，因为我们接下来的 Q 版课，包括装饰画，它画人物眼睛，它还是需要用到一点点丙烯的啊。